一个可以消灭魔王的勇者，却每天苟在菜园中锄地。系统更是被男人气得发疯崩溃，只因这个世界女魔王伊丽莎白拔出了勇者的圣剑，统一了大陆，建立起了没有种族歧视和谐的世界，甚至大陆的人自发组织建立起了反勇者联盟。可笑的是，原来最反对他的人族皇者，最后都成为了他坚定的拥护者。似乎一切都朝着魔王的想法进行着。然而有一件事一直压在女魔王的心中，在15年以前，人族的大祭司曾经放下预言，当传说中的勇者拔出长剑，就是魔族统治结束之日，而魔王也终究会死在勇者的手上。这15年以来，女魔王都在寻找勇者的踪迹，并且想要杀掉他，发动了一切可行动的力量寻找勇者，可都没有得到一丝一毫勇者的信息。而就在今天，实在是忍不住的魔王踏上了插着圣剑的高台，区区勇者，本王参透了勇者大陆的所有魔法，就等着他来挑战。而15年过去了，现在这勇者居然连个人影都没有，那本王的这些准备岂不是一个笑话？我即使世界的王，既然你不想找本王，那就我来找你好了。刹那间，无穷的力量涌现出来，在这狂暴的力量下，魔王丝毫没有惧怕，反而迸发出比圣剑更为强大的力量。这股强大气势压得众人喘不过气。而当伴随着这股强大力量直冲云霄后，圣剑赫然出现在女魔王的手里。伊丽莎白表情冷淡地看着长剑，呵呵，谁说只有传说中勇者才能拔出来的？忽然此刻，他若有所感，一幅幅画面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霎时间就看到了勇者的踪迹。女魔王发出一阵苦笑，找了你15年，没想到拔出长剑就能知道。发动着深渊魔法，便开始了传送。而此刻的新手村处，男人还在幸福地享受着田园生活。只因前世他是一个社畜，上班的途中就喜欢看看种地视频打发时间，在莫名其妙地感叹了一声要是这样的生活真好的时候，下一刻连带地铁扶手都进行了穿越。与刚到异世界的那份紧张不同，在系统的帮助下，我慢慢地学会了生存技能。可正当系统要结束新手教程的时候，我却死活不肯离开新手村了，这不是挺好的吗？废物的我只想在这安详的生活到死，才不想去打打杀杀灭杀魔王。而且最主要的是，在新手村有系统的结界庇护，可以让新手村完全不被外界的知道。就这样每天如同一日的经历耕田、狩猎、锻造和冥想，直到这么过去了15年，系统终于忍不住了，心态爆炸。谁特么的能在剑与魔法的世界里面只知道种地？我恨呀！在他祝福我早日被大魔王杀死之后就消失了。然而我却并没有慌张，毕竟这系统什么用都没有，而且耳边还少了一个一直蛊惑我出去送死的家伙，反而莫名的舒坦了不少。然后就在此刻，天空中雷电交加，黑云笼罩在了上空，一股可怕的威能出现。魔王伊丽莎白骇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传说中的勇者，我终于找到你了。然而令魔王意外的是，我压根没看到魔王，只知道要下雨了，连忙跑回去收衣服和晾好的小鱼干。见此，魔王摆了半天 pose 之后也一阵无语。男人刚刚将东西收拾好，松了一口气，旁边的机械宠物狗却开始了狂吠，拼命的想要向我表达危险即将到来。可是我哪里懂狗狗话呀，还以为他要和我玩耍。就这个时候，耳边传来的一个女人的声音：“你就是勇者吗？”我望着天空问着小狗：“那是什么东西？是女人吗？”整整15年了，终于看到女人了。真是够迟钝的，居然敢用东西来称呼本王。顿时我慌张了起来，可不敢得罪眼前的唯一见到的女人，要是跑了怎么办？女魔王压根不相信如此羸弱的我居然是勇者，于是就开始了测试。下一刻，一股金光向我袭来，我吓得丢掉了手中的鱼竿。只见那金光围绕着我的身体旋转了一圈之后，就自动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下意识地挥舞了一下手中的宝剑，随后慌张的想要扔掉，可怎么都扔不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家伙明明连最低等的普通士兵都比不上，怎么会得到圣剑的认可？难道说他是在隐藏实力吗？随即吟唱着法咒，吾乃最强的魔王伊丽莎白，今天就要将你彻底抹杀。魔王，我老老实实的种田，怎么魔王上你了？而我的机械狗炸毛一般将我扑在后面，面对着犹如末日一般的深渊魔法，巨大的陨石在魔法阵中出现。我此刻才明白了系统消失时候的那个句话：勇者和魔王的相遇，这是宿命，并非我一厢情愿的种地就能逃避。扔掉手中圣剑，就往屋子的方向跑去。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一个菜鸟。事到如今，除了认命，还能选择舒服的死在床上，或者是这几年的种田带给我心灵的安稳也足够，摆脱了前世的浮躁，现在就这么死去也好。随即就关上了门。然而我这一系列反常的行为，却在魔王的眼中犹如一种挑衅，岂有此理！你这个狂妄的家伙！发动着陨石就向我的房屋砸去。然而机械狗此刻站了出来，就在陨石即将命中的时候，一阵机械音响起，计算完毕，开始战斗模式，瞬间召唤出无数的热武器，在陨石即将到达的时候，无数的导弹发射，就和天空中的陨石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紧接着女魔王再次释放了更强的魔法，大地重动。可随之机械狗的口中也汇聚了一块黑色的火，猛然间快速射向空中的魔法阵中。没用的，任你如何努力，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都是徒劳的。乖乖的和这片陆地消失吧。可下一刻，黑色的光柱到来，竟然在巨大的魔法阵中央形成了一个量子黑子，瞬间就将魔法阵吞噬。碧蓝的天空恢复了原样，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魔王伊丽莎白一脸的难以置信，本王的灭世魔法居然就这么被破解了。那个家伙到底在屋子里面做了什么？而此刻的我则是躺在床上静静的等死。门外的狗子还在对着魔王疯狂的叫着，看着眼前不停狂吠的小狗，女魔王伊丽莎白忍不住的苦笑。
没想到从头到尾本王都被小瞧了，握紧拳头，张开了翅展，也不知道是对勇者还是自己说的，少给我得意忘形了。到目前为止，本王也不过是使用出了不到30%的实力吧。顿时间，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女王的身上爆发出来，魔神形态究极体已然完成。面对如此强大的劲敌，狗子也展示出了所有的武器面对，只为保护好自己的主人。随即，无数的爆炸声顿时响起。1小时以后，我慢慢的醒了过来，我已经死了吗？迷糊中揉了揉眼睛，望向四周，我还在家中，我没死，外面好像也没有了动静。那个魔王该还不会待在外面吧？我小心翼翼的打开门，只见烟雾散去，一个人影浮现。魔王单手掐着我的机械狗，而机械狗的全身布满了伤痕。旺财！我担心的大喊了起来。见此，女魔王像是扔掉了垃圾一般，缓缓的朝向我走来，双眼通红，一脸冷漠的看向我。真是抱歉呐，本王将你引以为傲的玩具彻底毁掉了。见到如此恐怖的一幕，我顿时大惊，颤声说道：“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前一秒还面带凶色杀了我家狗子的女魔王，下一刻竟然晃晃悠悠起来，难道说这就是宿命吗？见此一幕，我顿时大喊：“卧槽！异世界也有碰瓷的呀！”不过作为有为青年，我自然不能见死不救，连忙上前搀扶。你没事吧？话音刚落，女魔王的究极形体开始逐渐瓦解消失，渐渐的身上的衣物越发的单薄。爷啊，这是玩啥呀？不会刚遇到碰瓷就又来了仙人跳吧？我连忙撇过头，可还是让我看到血脉喷张的画面，顿时间鼻血止不住的流。良久，已经到了晚上，女魔王穿着睡衣安详的躺在床上。忽然，魔王猛然睁开了眼睛，感受到了后背的双手被束缚着。没想到我作为最强的魔王，居然败得如此狼狈。可为什么他没有趁机杀了我，而是把本王囚禁起来？难道说那个家伙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不行，我得赶紧离开。双手便开始汇聚魔力，就想要挣开，可惜丝毫没有作用。没想到除了那个机械狗，这又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传说魔具。女魔王伊丽莎白眼神空洞，望着前方。那个家伙究竟还隐藏着怎么样的实力？还有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都是什么？一看就不简单。看来这个勇者要比我想象的要邪恶很多。是我大意了呀！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我端着食物走了进来，一见到我，女魔王就愤怒地吼道：“你这个肮脏的家伙，要杀就杀，别以为我会低头求饶的。”而我心里被这一喊吓了一个疙瘩，这魔王简直是太可怕了，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说清楚，或许这是我唯一活下去的机会。那个啥，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吗？望着对方不断挣扎的手，不好意思地说着：“抱歉，这个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你也知道你实力有多么的恐怖，我也是出于保密，希望你能谅解。”我的一席话却让女魔王一愣，这家伙是在羞辱我吗？抱歉，我们之前一定有误会，我现在就给你解开手铐，我们好好聊聊吧。而我一系列友好的话语，在伊丽莎白眼中却变成了这样：抱歉，从一开始你就误会了，你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可以来挑战我，简直是荒谬大错特错。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就好好听我的说的话，满足我的要求吧。这家伙居然敢威胁本王，不一会我就解开了手铐。想着我如此善意的行为，对方肯定不会说动手就动手了。而女魔王也在忌惮我的实力，不敢轻易动手。作为强者，最怼的就是忍耐2字。看到对方没有后续动作，我才快速的转过身。此刻我的心脏都快跳了出来。好在现在安全了，想必肯定有粉丝问为什么不在魔王昏迷的时候杀了他。拜托，这可是剑与魔法的世界，身为魔王，他掌握一个复活技能是多么平常的事情。而且作为废物的我，你叫我杀个鸡都费劲，别说人了，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行。而沟通永远是化解矛盾最好的方法，只要我表现出了对他毫无威胁，顺便跟他交个朋友抱上大腿，那我岂不是在这个世界横着走了？异世界吃软饭也不错嘛。想到此，我大声的笑了出来。而女魔王见此面色微凝，这个家伙还在嘲笑本王。我抓起了陪伴了我15年的狗子，旺财啊旺财，你怎么破碎成这样了？眼下他看着我走向了损毁的机械狗，还是忍不住的问着：“这个东西就是你最为强大的魔具吗？”我的嘴角微跳，有着几分尴尬。这哪是什么魔具，只是我无聊时候做的小玩意罢了。此刻女魔王一脸的阴翳，没有了魔具你拿什么和我斗？暗自调动恢复魔力，眼神逐渐凶狠，站起身体缓缓的向我走来。要怪就怪你大意了，失去了这个最强的魔具的庇护，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倾斜，居然还敢将手铐解开，这一切都怪你狂妄。而此刻我拿着机械狗，打开了脑袋后的开关，拔出了记忆卡，还在跟后面的女魔王解释的说了：“机身看来是修不好了。”就在此刻，女魔王在身后暗自蓄力，开始发动起了灭世魔法。下一刻，我推开了橱柜，展示出了无数的机械狗。因为机身经常坏，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备份在这里。所以你弄坏了我的狗子，千万不用借还了，只要记忆卡还在就没问题。顿时间，突如其来的烧差点闪断了女魔王的腰，手中魔法消散，呆滞的看着我。我不慌不忙的拿出一个狗子，将记忆卡安装进去。开机后，很快一个活蹦乱跳的狗子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则是一脸和善的看着女魔王。这下我不找他陪狗子，他应该不会找我麻烦了。而我和善的微笑却在他的眼中犹如逗人玩乐的恶魔，和他的爪牙在无声的威胁，吓得他扑通一声坐在了床上。忽然一股香味传来，破罐子破摔的女魔王干脆问道：“这是什么味道？”我连忙回答：“这是看你晕倒了后，给你做了一些暖身子的食物。”说着就端来了一碗普通的肉粥和饺子。弱者才需要食物，本王早已经超脱境界，不需要这些东西。可经历了刚才的大战，加上魔力还没有恢复，闻着这股味道，肚子不争气的咕噜了起来。听此，我大喜正愁找不到解决我俩恩怨的方法。老话常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连忙就推销起来。女魔王也半推半就的开始品尝，缓缓的将一个带着光亮的饺子
放进了嘴里，脸上面无表情。我见到此幕，心中也不安了起来。虽然我做的很好吃，不过它毕竟是魔王，什么好吃的没吃过。女魔王没有理会我，紧接着一个接着一个，一口接着一口吃了起来。不足片刻，盘子都空了，她才露出十分满足的表情，眼中甚至有泪花飘过，口中更是蕴含了大量的高浓度魔力。就算吃遍了世间极品的魔王，也没吃过如此美味，这也太好吃了，这让本王如何舍得吞下这最后一口？伴随着吞咽，一股奇异的感觉忽然浮现，女魔王顿时瞳孔睁大，心脏更是狂跳。此刻她快喷涌了，如此奇妙的味道在她全身翻涌，强大的魔力裹挟着她的身体发热，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体验。女魔王忍不住浑身颤抖了起来。你究竟在食物里面加了什么？见此我都快把手吞下去了，这又是在玩哪一出呀？加了什么？我不过就加了一点辣椒啊，你怎么反应这么大呀？女魔王此刻满脸的羞红，果然你没安什么好心，你这个邪恶的勇者囚禁本王，就是想我给你做实验吧？不是啊，这是你的饺子里面放了辣椒，你别这样一副表情啊！忽然我灵光一现，有了，这里有皮蛋瘦肉粥，正好清热下火。你快来尝尝！女魔王一脸的羞愤，这个邪恶的勇者一边投毒一边给我解药，可恶！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的端起了粥，缓缓的递到了嘴边。下一刻，猛然间睁大了眼睛，什么统治世界，什么勇者魔王，一切的纷扰仿佛和我无关一样。此刻女魔王才发现放下一切，轻松自在才是最好的选择。忽然心灵的感悟一下就让他突破了境界，俨然变成了3星魔王。女魔王诧异的看着双手，没想到仅仅只是通过食物就能将本数百年没有通过的境界突破，于是望向我，别装了，你究竟想要做什么？我也有了几分诧异，什么情况居然和我主动说话？于是赶快将心中的想法说出，我就是说魔王和勇者能不能尝试共舞？听此女魔王心中冷哼，果然如此，这才是你的目的，而我在她的心中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世界就只有你有资格作为我的对手，来吧，我帮你变强再来击败我吧。而我看到他那越发凌厉的目光，犹犹豫豫的说着，我会继续给你做好吃的侍奉你。可我越是这样，魔王越是愤怒，觉得我是在嘲讽他，脸上的青筋暴起，就想将我这个邪恶的勇者杀掉。可惜硬实力不足，叹了一口气，释然了几分。算了，什么算了？好端端的叹气，是不是还是要杀了我？忽然，女魔王爬向了床，居高临下的指着我：“勇者，你给我听好了，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是也请你明白，本王并不是因为惧怕你，而是为了追求实力的巅峰。”我顿时汗水直冒，这女魔头到底是女魔头，说的话真让人费解。算了，你是魔王，你说了算。忽然，女魔王释放出了无情的魔力，威胁的说道：“别以为本王住在你这里，就会对你低声下气。本王的威严绝对不允许被侵犯，否则就算拼尽全部，我都要杀了你。”这是女魔王要和我和平相处的说法。还真是意外的傲娇啊！难不成真的被我的美式打动了？女魔王目光一凌，要做什么研究你就尽管放马过来吧。是，这句话我是听明白了。所以女王大人，你想吃什么呀？而在外的圣剑剑子一阵无语。很快1年时间过去，我拿着圣剑劈柴起柴火，果然圣剑就是好，砍柴贼顺手。而我在这1年时间以来也越发担忧了起来。自从魔王强行闯入了新手村，破坏了结界以后，这里的时间就逐渐和外界同步了起来。若只是时间同步也没问题，关键就在于失去了结界，也就等于失去了保护。而这里的魔兽比我家房子都大呀，就是因为这里有魔王的存在，他们不敢靠近。一旦魔王离开了这里，我岂不是死定了？不行，得想个办法让他留在这里。此刻房间内一个女声传来：“乐平，午饭时间到了，你怎么还没做好嘞？”“好嘞，我的女王大人，我这就来了。”此刻女魔王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一身的富贵衣服都难以遮掩，还在不停地吃着薯片。“乐平啊，我给你说了1年了，你这些录像我早就看腻了，不能再跟你的系统要点新的吗？”此刻我无奈地说道：“女王大人，我说了很多次了，系统早就消失了，快来，我的午饭做好了。”女魔王这才不情不愿地坐了起来，随后一个魔法发动，在其背后长出了一个袖珍的恶魔翅膀，缓缓地朝着餐桌飞来，指着我就是埋怨，像极女朋友长胖后的甩锅状态。“你给我吃的这个叫做薯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毒药？总感觉越吃本王越是变得懒惰。”女魔头阴翳地想到，肯定是这个邪恶的勇者想要用这种慢性毒药来麻痹本王，让本王彻底的堕落。休想！我流着汗水，一脸的无语。薯片本身就是高热量的食物，你吃的太多了就容易积累脂肪，所以人就会变得懒惰。脂肪？女魔王这才反应过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肚腩，然后捏了捏，确实怠慢了，然后再次一个响指，整个人都漂浮在了半空，红色的气息笼罩了全身，深渊魔法发动，一下就变回了之前丰腴性感的身材，甚至还将积累在身体的脂肪转化为了精纯的魔法。如此震撼的一幕倒是让我有些说不出话来，这个世界的魔法好像有点歪呀。女魔王侧身坐在凳子上，用着挑衅的眼神看着我：“怎么样，你的诡计被本王轻易破灭了，是不是很失望啊？”我对此早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个妮子好像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没有反驳就叫她赶快吃饭。看着桌上丰盛的食物，女魔王不由得流下了口水，还没等我吃饭，就抱着盘子一口一口的狂吞了起来。“你慢点吃，不够我再做点就是了。”而我说的话在她的耳中又变成另外一种意思：“你还太弱了，多吃点吧，多吃点养肥了再杀。”生气的女魔王一下就将手拍在了桌上，我却没看到，转身说道：“还有甜品，我去给你拿。”女魔王面色阴翳：“够了，真的把本王当成猪了吗？这1年以来，本王都突破了10几次了，再怎么说都有挑战你的能力了吧？想着就要决一
死战。可当我从冰箱拿出伊丽莎白最喜欢的布丁的时候，女魔王两眼放光，眼神全被这 Q 弹的布丁所吸引，一下就欢快地蹦了起来。快点递给我，什么复仇什么挑战，等我吃了再说。在这1年多的相处，我也差不多摸清楚了女魔王的性格，虽然是有点难伺候，但是只要美食到位，还是能让她平静下来的。与此同时，一处荒野外，老头慌张地看着身后，只见白发老人带着一个少女快速地奔跑着，后面还有几道黑影在追踪。紫袍人戴着面具，嘴里嘀咕着不知所云的声音，张大着恐怖的利爪，一个瞬身就来到了老者的背后，利爪发出在空中挥舞，下一刻魔法发动，天空直接被利爪划破，撕裂的天空快速地朝着老人攻击而去。见此，老者大喊，两人面对着四处攻击而来的魔法，似乎已经陷入了死地。可似乎紫袍并不想杀死他们，转而将撕裂的天空幻化为了无数的黑色闪电，犹如一个巨大的牢笼将其笼罩在其中。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老者举起巨剑反抗，面色凝重地让女儿逃跑，自己留在后面拖住他们。可纵使是满身伤痕，少女伊利芙也不愿意丢下自己的父亲自己苟活。老者眼神凌厉地注视着怪物，头也不转地温柔地喊着女儿听话。可怪物似乎并不想饶了他们，一个巨大的黑色火球在手中凝聚，下一刻就要对其发动攻击。老者也知道眼下已经过了最佳的逃跑时间了，必须速战速决，使出最强的招式才能有活下去的机会。下一刻，滔天的剑势划出，一道金色的剑气朝着火焰砍去。下一刻，火球连同紫袍怪人一下就被一分为二，火焰散去，紫袍怪人化为两半，从空中落下。另一个同伙见此，单手一挥，原本裂为两半的身体快速被其吸收。片刻后，在其脑袋处竟然缓缓生成了一个头颅，显得是如此的诡异和狰狞，嘴里还发出难以言喻的怪叫。少女伊利芙看见父亲力竭，立刻发动魔法剑士，下一刻青色的魔法剑士猛然间穿透紫袍怪物，却丝毫没有伤害。老者举剑凝重地注视着眼前，女儿快跑，黑暗公会的使徒不是你能对付的，快走，趁现在我还能拖住他们。话音刚落，怪物匍匐在地上，用着充满力量的双臂发劲，下一刻如同脱弦的弓箭，而原本坚硬的地面瞬间破裂，仅仅只是一个眨眼，就来到了老者面前，挥舞着巨大的拳头，当的一声就被击飞数十米之远，猛然间撞到巨石前才停止了前进。此刻老者全身骨骼断裂，口吐鲜血，少女悲伤的大喊着父亲，老者艰难的张开嘴，喊着远处的女儿快逃，眼下自己还没死，女儿就还有一线生机，只要他们靠近，或许自己还有机会。下一刻，一个黑影来到了怪物的身后，原来又是一个紫袍怪人，吸收起来了怪物的身体，再次进行融合，转眼间变成了3个头颅的怪物。此刻已经是最强体了，他们黑暗协会的人可不会给敌人一点点希望，哪怕是眼前的两人此刻弱得不堪一击，但我们可不是那些没脑子的反派。见此，老者终于失去了斗志，少女伊利芙大喊，对着怪物，我跟你们回去，你们的目标不就是我吗？请你们放过我父亲吧。可为时已晚，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消灭。少女瞳孔收缩，看着死亡的到来，只见怪物挥舞着巨大的双手，手中魔法萦绕，就要给眼前两人死亡一击。可下一刻，一个巨大的物体落下，溅起了无尽的扬尘。少女十分费劲的在沙暴中睁开眼睛，可却看到了比之刚才还让人惊恐的一幕。只见一个身高数百米的猛犸之王遮天蔽日，而原本刚才的怪物还不如他的脚趾盖大，一下就被碾成了粉末。而在猛犸之王头上，还隐约看到一个小阁楼，只见阁楼内一个蛤蟆仙人正在指挥着猛犸之王，而他一脸恭敬地对着头上的东西说话：大哥，危险已经清楚了，剩下的2个无辜的人怎么处理？而头上的东西赫然就是旺财，禁止伤害无辜的人，我把他们带给主人处理。忽然少女惊醒了，这是哪里？刚才的怪物呢？环顾四周，只见是在一个安静平和的小屋内，看着周围奇怪的家具，一时间陷入了沉思。猛然间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为了救我受了重伤，若是来不及解救，想到此就连忙起身，飞奔似的往屋外跑去。爸爸，你一定要等着我救你。可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只见老者秀着健硕的肌肉摆着 pose， 少女顿时一脸的黑线，而勇者却是鼓着掌，一脸羡慕的看着大叔，要是练习到你这种是要花费不少时间吧。而大叔一脸的自得，当然作为一名战士，身体素质是最基本的，这就是异世界的战士职业嘛。终于遇到一个正常的异世界人才。而狗子看着乐平如此开心，也围着他的腿满地的跑着，看得女魔王一阵恼怒，一脚就踢向高兴奔跑的狗子，唰的一下，狗子就被踢飞数十米之远了，穿着我给他的小熊拖鞋，一步步的走向狗子。谁让你这条笨狗将闲杂人等带回来的？而狗子想起上次输给女魔王的场景，此刻委屈的嘤嘤嘤起来。乐平毫不在意，触碰了一下大叔的肌肉，哇，真材实料，这宛若钢铁一般的触感，这也太牛了！既然勇者大人喜欢，那在下也不藏着捏着。下一刻，猛然间战魂燃烧，直接将衣服撑裂，如此只有在动漫才能看到的场景，如何不让我这个异世界的废物所激动嘞？举起手欢呼起来。而完全将此幕看到的女儿再也受不了了，走到两人的面前，爸爸你在干嘛呀？3人立刻陷入了良久的沉默。父亲尴尬的开口道：伊利芙，你终于醒了。此刻在他心中尴
尴尬的想到：“女儿呀，父亲这是在讨好救命恩人呀。”乐平刚想开口解释的时候，女魔王立刻横插在两人的中间，冷漠的说道：“既然醒了，就赶紧滚吧！”居高临下的走到少女面前，一股巨大的威压袭来。我警告你，是本王先来的。而少女哪能承受女魔王的压力，此刻已然瑟瑟发抖起来。见两人此刻有些不善，我连忙上前：“那个伊丽莎白呀，难得有客人来了，我们进屋里面说吧。”随即就倒着茶递到了对方的面前，指着茶水不好意思的说道：“实在是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先喝我泡的麦茶。”而少女也在父亲口中得知，就是她喝了眼前的茶，一下就痊愈的。仔细凝视，还能看到其中澎湃的灵气。爸爸，你就是喝了这个神奇的药水吗？听到对方这么夸奖，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的摸着头，这是一点普通的茶水罢了。这异世界的人还真没有点见识啊！而旁边的女魔王喝着果汁，一脸的愤然与委屈。这乐平抓了2个弱小的人类回来，究竟又想做什么邪恶的实验？难道说本王还不能满足你吗？而大叔也缓缓开口：“我记得当时陷入了昏迷，依稀记得先生在雏田，而狗大人将我们带到你这里后，你就拿着旁边的圣水喂给我喝，我一下就恢复全部的伤势。而也是幸亏乐平先生出手相救，恐怕我再也见不到你儿女了。”少女捧着手中的茶水，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喝。如此珍贵的东西，我们真的可以喝吗？我摸着脑袋不好意思的看着对方，你们冒险者说话也真太客气了，真的不要不好意思，看我都这么说了。两人这才端起茶来一饮而尽。霎时间，两人瞳孔睁大，无数的灵气从身体里面逃逸迸发而出。两人此刻只觉得是如此的惬意，犹如躺在秋收满地金黄的麦田里面，享受着那来自灵魂的喜悦与满足，静静的躺在地上，望着大雁南飞，春去秋来，感叹着世界的变化与无常，似乎生死都不再重要，也不算白来这世界一遭。猛然间，两人直接进阶了，而恐怖的是，这不是一个小境界，而是直接跨越了一个大境界。而伊芙丽更为夸张，就连其母亲的精灵血脉都得到了提升，精灵耳朵都长了出来。两人坦然地望着世界，似乎是进入了贤者时间。看到对方如此喜欢自己泡的茶，连忙就要给对方续杯。够了，乐平先生，你救我们的性命我们都难以为报，此等神物实在不该给我们这些小奴。而我却低下头听出了弦外之音，对方是不是觉得我在怠慢他们呀？确实只给客人喝茶是不妥，可是那些零食饮料都被伊丽莎白霸占了呀。就在刚才，女魔王护住零食和饮料，小气的不愿意分享出来，而我还在不断的道歉，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时，聊着聊着就谈起了为何两人会被追杀。说来话长呀，乐平先生你也看见了我女儿的精灵血脉了吧？就在老头子叹息的时候，伊利弗开口道：“我母亲是精灵族的圣女，因为和我父亲相爱后就生下了我，但是精灵一族是禁止和其他人通婚的，那所以是精灵族的在追杀你吗？那玩意也不像是精灵吧？”此刻伊丽莎白不相信，胡说本王在一统天下之后，各种族之间的通婚禁令都被我取消了，怎么会有如此滑稽的说法？大叔微微叹息，说来话长呀，我的妻子牺牲自己重回了精灵族，其实他们已经放过我了。这次追杀我们的是魔域那边黑暗公会的使徒。我顿时看向伊丽莎白，魔域黑暗公会，难道说是你的人？看到我的表情，伊丽莎白大怒，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呀？指着我就开始骂了起来。我这1年以来都在你这里，外面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而且这什么公会的到底是什么玩意？你们2个给我好好说一说，那个魔域哪来的黑暗公会，又为什么要抓精灵族？大叔一下就被这微微泄露的气息给震慑住，面色凝重的说道：“据说他们黑暗公会正在做神秘的人体研究，企图复活曾经一统天下的魔王伊丽莎白，而精灵族就是他们重要素材之一，以至于就连未觉醒精灵血脉的我都成为了其目标。”听完后，我正襟危坐的瞥了一眼伊丽莎白，都指名道姓的说你了，还说和你没有关系吗？伊丽莎白低下头，面色沉重，下一刻一把抓住了我的脖子，摇晃了起来。别以为你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1年多的相处，让他们彼此之间都十分的默契，不需要对方说些什么都能明白想要表达什么。望着踩在沙发上的伊丽莎白，我知道对方已经十分愤怒了。那个女王大人消消气，你看还有外人在场嘞，给我一个面子好吗？而父女俩一脸懵逼，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看来这短短的1年时间，外面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到底是谁给你们说的魔王已经死了？听完后，大叔理所当然的说道：“难道不是这个大陆的共识吗？魔王伊丽莎白早已经消失整整500年之久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早就应该回来继续统治天下才是啊！”听完这个消息，我大牙都要震惊出来。这妮子明明才在我家住了1年呀，而伊丽莎白丝毫不惊讶，时间已然500年了。只是平淡的问着，那外界都是在说他是怎么死的吗？根据文献记载，魔王伊丽莎白是被传说中的勇者征伐而亡的。据说那场战争打得天翻地覆，旷日持久，最后勇者为了保护大陆，和魔王一起同归于尽了。真是好大的胆子！下一刻，父女俩就感觉一下就堕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当中了。这浓浓的杀意笼罩在他们全身，让其没有一点反抗的余地。良久，伊丽莎白才开口道：“那个传闻是假的。”此言一出，直接震碎了他们的3观，从小接受的教育直接破碎。而我也接着说道：“是呀，因为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勇者。那你这什么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虽然不相信，但是乐平展示出的能力又让他们不得不信。对啊，而他嘛，就是你们说的那个魔王伊丽莎白。下一刻，父女俩实在是没忍住吐血倒下，口吐白沫。他们居然就是传说中的勇者。
者和魔王，而我的一席话却让女魔王一脸的阴沉。在她的眼中，我说的这一席话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然后让那些弱小的人来嘲讽自己，嘲讽自己不但被邪恶的勇者囚禁，还被别人以为死亡。真的是够了！女魔王愤怒地拍向了桌子，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在嘲讽本王吗？下一刻气呼呼地转身就走。我明白了，你这个臭乐平，你就这些人回来就是为了羞辱本王的，简直是欺人太甚了！猛然间关闭了房门，导致整堵墙都直接裂开了。等魔王走后，大叔才松了一口气，这女魔王给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乐平大人，如今事到如此，我们也知道了你们的秘密了，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了？什么鬼啊！一个个都在说什么胡话呀！算了，大家都好好冷静一下吧。看来自从伊丽莎白打破了结界之后，就导致这里的时间变得紊乱了起来。天黑后，父女俩也到了房间开始休息。此刻，女儿伊芙丽悄悄地聊起了天，没想到居然500年前的真相是这样的：魔王和传说中的勇者相爱后，就放弃了天下，归隐在了这里，就和爸爸你和妈妈一样累。大叔立刻阻止了女儿的谈话，小声点，别乱说话了。乐平大人说要我们冷静一下，看来是在考虑要不要放过我们。我们别节外生枝了。女儿伊芙丽却不解地问道：若是乐平大人要杀我们，为何还要救我们？你不懂，对于他们这种大人物，就像他们随便给杯圣水我们就能突破一样，在他们眼中我们就像是蝼蚁一样，要杀要留全看他们的心情。也就在这时候，一个脚步声传来，恐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都这么晚了，你们还不睡，在干嘛呀？看得伊利弗一阵惊骇，这么晚了还没睡？嘿嘿嘿，不如我们来打牌吧。受到惊吓的老者一阵无语，吓了我一跳，就是打牌呀？话说什么叫做打牌？良久，勇者就给两人讲解完了游戏的规则。在大家都明白了之后，两人内心有着不同的想法。此刻少女心中想到，这难道就是爸爸说的测试吗？通过了乐平先生就不会杀我们了吗？那么好了，我们开始分牌吧。也就在这时，少女咽了一口气，死也得死个明白。感受到牌上面散发出来的不祥的气息，少女大起胆子说道：乐平先生，这个游戏叫做什么名字？伊利弗的问题倒是让我一时语塞，这我可该怎么解释嘞？我要是说斗地主，这异世界也没有地主这个概念呀。忽然一拍手有了，那就叫做斗恶龙吧。瞬间就将父女两人吓得不轻。斗恶龙，要知道这个世界恶龙可以算是顶尖的存在。女魔王虽然白天摔门而出，但是看到乐平半夜摸到少女的屋内，还是用着高阶隐身魔法观察着她，也想知道这家伙到底想要做些什么。我摸着脑袋，差不多意思吧，就是两个勇者要合力把恶龙打败，而且我们可以根据手中牌的好坏来决定自己是来当恶龙还是勇者。而这一幕却更加让两人确定了，这果然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这是只让我们选择善与恶吗？而在父女俩的眼中，我俨然变成了一个大阴谋家。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发牌了，要想清楚再决定哦。而我却是好不容易有3个人可以一起玩游戏，正在暗自高兴。大叔面色沉重，看来是躲不过了现在已经由不得我们半分犹豫了。伊利弗害怕地看着眼前的散发出不祥气息的卡牌，缓缓地触碰着，下一秒，3人就来到了一个灰暗空间的世界中。老者大骇，这又是境界？只是玩个游戏，没想到就有境界，这人到底是谁？不行，我一定要撑住，我的女儿的性命我一定要保护好。此刻少女光是拿起手牌，全身的魔力都被抽光了，魔力的缺少让她此刻浑身无力，满头大汗。这就要死了吗？爸爸，对不起，是我拖累了你。还没等少女说出口来，老者安慰着这女儿，没事的，剩下的交给爸爸。而我压根没看到2个戏精的情况表情，还在整理着自己牌。我这说好也算好，虽然大牌不多，但也算比较顺畅，帘子比较多。要是下面的牌比较好，也是不错，可以搏一搏的。话说你们有谁想当恶龙的吗？顿时2人立刻摆手，这恶龙爱谁当谁当，我要是当了就是被勇者给消灭的。2人也看向自己的牌，只能说是配合好点，闭着眼睛都能赢。那既然如此，你们都不要的话，那就是我的了。心中想到，要是下面来个4，再来2个尖就好了。在询问了一遍后，2人脑袋摇得跟个拨浪鼓一样。这勇者果然恐怖，还要设下陷阱吗？见2人这般，我也没有客气，就抓起了底牌。可翻开一看，却是没有用的几张牌。见此，我的脸上也露出了不悦的表情，看来这把要输了。而看到我表情的变化，2人也被吓得不轻。难道说乐平先生对我们的表现不满意吗？游戏正式开始，在我出了第1张卡牌后，轮到了大叔。此刻大叔一脸的严肃，没办法了，看来只有通过的测试才能活着。下一刻，大叔脸色一变，感受到了身体里生命力的快速流失。没想到呀，原来每一次出牌都是以生命为代价。只见大叔捏着牌的食指已经变得干枯无力，此时正是大叔出牌，他就知道没这么简单，每出1张牌就要消耗其生命力，但是不玩肯定是不行的。如今父女俩的生命就在这场游戏当中，少女担心的看着父亲已经干枯的手指，而大叔露出坚毅的表情，示意着女儿放心，少女也不出牌。如今他和父亲为一派的自己也没有打赢的实力，就过了，而我却因为手牌不好不敢接牌，只好让其过了。老者大骇，哪有你打1张单的就过的呀？莫不是他想要让我耗尽生命力吗？不是吧，乐平先生难道真的有这么邪恶吗？明面上要给我们希望，但是希望的背后却又要消耗生命，玩与不玩都是死。可要是赢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得已，老者继续出牌，将手中的飞机打出。不对，异世界没有飞机的概念。乐平给他们说的是飞龙，而刚打出这8张牌，大叔就感到一阵强烈的虚弱感，右小腿直接被吸成了枯木一般。他也明白了，出牌越多，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而飞龙一出，就宛若有真正的飞龙出现在2人面前，强大威压下的父女俩言意巨变，这怎么回事啊？而飞龙猛然间吐出灭世龙炎，直直的攻击向乐平，而此幕也尽收女魔王眼。
眼底，好像还挺有趣的嘛。该死的乐平竟然不带我玩。良久飞龙在境界中消散，而大叔则被吓得张开的嘴。原来打出组合牌是会发动攻击的呀，那要是乐平也打出了，我俩岂不是死定了？而乐平遭受了攻击，好像没事人一般，还在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出牌。乐平先生，你没事吧？大叔明明看到那灭日的龙颜发出，怎么会？要不起，你继续吧。好不容易有人陪自己玩了，乐平也不由欣喜了起来。看着那恐怖的笑容，大叔心中泛起了嘀咕，要不还是放水吧。将手中的4个3拆开，只打了1个3出去，而少女也不敢接牌。轮到乐平管上1个10，两人顿时不敢要牌了。见此，乐平就扔出了顺子，可下一刻无数的能量汇聚，滔天波浪凭空诞生，一时间出现在两人面前，席卷而下。顿时间，两人就被冲得人仰马翻，浸泡在水中，犹如实质性一般。父女俩差点就要窒息了。良久，魔法消失，才说着要不起。紧接着，乐平再次出牌，1个3带2，空中浮现出3匹战马，带着两人疾驰而来，挥舞着手中的战刃就要劈砍下来。大叔大骇，不敢出牌，而少女此刻却下定了决心：父亲大人，以前都是你在保护我的，此刻也是时候我站出来了。就算是要消耗我的生命也是应该的，我不能总躲在你的背后。下一刻，管上空中猛然浮现出另外一队战马，双方展开了大战。唯一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女魔王，如今已经变成了杜甫。为了让父女俩能快点走，竟然直接出口威胁：赶紧给我离开！而就在昨天晚上，3人还在友好的打着扑克，只是这牌却让父女俩玩得有些惊险。好端端的游戏，此刻犹如生死战场一般，不仅出牌要消耗生命力，就连对方打出的组合技的余味，父女俩都招架不住。眼看父亲为自己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少女鼓起勇气出牌，却吓得父亲目眶剧烈。但让人意外的是，少女并没有像父亲那般消耗生命力，就好像没事情一般。我看他们如此上道，看来是已经学会如何玩这个游戏了。指点的说道：适当的时候拆散自己的牌，也要保护队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决心。乐平先生主要是想考验我们的决心吗？而自己的女儿一点事情都没有，难道说就当父亲要嫁女求生时？乐平阴恻恻的笑着，终于明白了，只是太迟了。而也就在这时候，众人源自内心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就连隐藏在暗中的女魔王也精神大骇。下一刻，2张牌甩出，王炸！霎时间，天空出现了裂缝，3人再次进入境界当中，如同末日一般的场景，着实吓坏了两人。忽然，天空被一双巨大的利爪撕裂开来，巨大的怪物就像是要从中钻出来一般，而我却毫不所知。眼前的父女俩却被吓得浑身犹如筛糠一般。巨大的小丑魔王出现的时候，就连异世界最高战力的女魔王也吓得汗水直冒。这家伙召唤出来的，居然是至尊小丑王，3星级的高阶魔神。小丑王比着爱心就登场了。好久没有人召唤我了，忽然感受到某种强大的注视，转身一眼就看透了隐身在此的女魔王，鬼鬼祟祟的在偷看什么。一个响指，一把匕首出现，舔着那涂满剧毒的匕首，威胁的说道：再看我就杀了你哦！女魔王大怒，作为异世界顶级的存在，何时被如此轻视过？举起手来就要对其释放灭世魔法。要知道此时她在乐平的喂养下，等级和眼前的家伙是一样的。见到如此骇然的一幕，终于击破了父女俩的防线，少女甚至低下头都想以身饲虎了。可忽然大叔狂吐鲜血，他感受到了生命力正在大量的流失，无力感席卷全身，手中的牌也跌落下来。而这忽然来的变故也吓了我一跳，这怎么回事啊？而也就在此时，我看到了跌落下的牌，才明白了刚才大叔单出了1个3，是在让着我呀。懵懂的我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实际上半夜来找他们却打扰到了对方休息，再加上大叔之前就受伤了的，我真不是人啊！立刻将牌收了起来。天空中召唤出来的小丑王也瞬间消失，境界也随之破灭。将牌收好后，就起身对着两人说道：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早点休息吧。随即灰溜溜的就离开了。我可真不是东西啊！而如此一幕，让少女长舒了一口气，却也让她有了几分失落。不过能活下来就是好事情。女魔王见此一幕，这才明白，好呀，你个乐平，和这2个人打牌是假吧？借机敲打我才是真的，不然为何在小丑王威胁我之后又离开了？第2天一早，4人就在庭院门口站着。大叔，这才1天时间，你们不多玩2天吗？我种的水果也快收成了。大叔哪还想留下来呀？立刻90度鞠躬。放心吧，乐平先生，你的勇者身份，还有和女魔王的事情，我们俩出去一定是不会乱说的。少女也感激着乐平，临别还送他们礼物。我摸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就是普通的麦茶，我看你们挺喜欢的，就别嫌弃啊。而我也为了表示昨晚的行为，将手牌给了大叔。大叔大骇，难道这又是什么新的考验吗？而我哪有什么考验呀？只是我的牌技实在是太烂了，还是给他们更加合适。就在我悲伤的时候，女魔王示意着眼前的父女俩，做着口型，赶紧给我！下一刻，两人跑得比兔子还要快，这也不像是受伤的人呀。算了，异世界的人果然异于常人呀。女魔王见少女走后，开心的转身，好了，一切都恢复原样了，去给本王做饭吧。是，我的女王大人。原本一心拯救世界的女魔王，如今已经变成了当初她厌恶的模样。为了得到邪恶勇者的全部的爱，竟然在半夜悄悄对父女俩进行恐吓。此时父女俩和乐平道别后，就开始了不要命的狂奔，少女都被扯得晕头转向了。良久，稍微停下了脚步，
此时大叔用力地喘着粗气，显得是那么的惊恐。可为何父女俩会如此害怕？事情还得从昨晚说起。就在昨天晚上，乐平离开之后，女魔王就现身出现在妇女面前，面对已经跪倒的两人，丝毫没有客气，一道魔法发出，诡异魔法能量划过了两个人的脖子，死亡的恐惧感顿时袭来，就好像被人扼住了命运的脖子一般。此时少女的天鹅颈上出现了一个道道红色的铭文，伊丽莎白才缓缓开口：“我命令你们明天立刻离开这里，并且不得向外透露任何有关本王的消息，以及勇者在这里的消息。”两人立刻点头，不敢有半分的迟疑。你们脖子已经被我下了咒印，但凡有半点违背我的想法，就会即刻人头落地。半晌，大叔才从昨晚的恐怖回忆醒来。勇者大人和女魔王看来是厌倦了世间的纷争，不想被人打扰啊。可我的女儿怎么办？也就在此时，少女伊利弗惊讶地看着眼前，爸爸，这个地方有些熟悉嘞。原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当时狗子救他们的地方，地上还有巨象留下的恐怖脚印，多事之地啊！看来此地不宜久留。而在他们的身后，一直都有乐平派来保护的狗子。就在他俩狂奔的时候，狗子就在后面暗中保护着，看着眼前暗黑使者的遗骸还在此处，想必附近还会出现各种高阶魔物。忽然，狗子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在靠近，原本想要保护一下的，可想到女魔王那个凶女人知道了又要揍他。在狗子眼中，主人已经是女魔王的狗了，而我又是主人的狗，还是不要去找揍吧。想着就跳入了传送阵，就回到了家。也在狗子消失的那一刻，魔物降临，一群高阶魔物此时来到了父女俩面前。而此时，一个被画家画了脸的人物，肯定不是一个小喽啰，正在发出桀桀桀的怪笑。怪物的一出现，就让大叔惊声尖叫起来。那是大使徒，黑暗公会的大使徒，等级高达2星的大魔灵，还带了数不尽的高阶魔灵。要知道，大魔灵之后2个高阶进化就会成为魔王，而自己只是一个大魔师，比他们低了2个大段位。如今不是他们想不想跑的问题，就以他们此时的能力，就连自裁都是一种奢求。忽然，大叔想起了乐平临走时候送的卡牌，原来乐平先生的考验是在这里啊，决心，勇于赴死的决心。而我曾经也是我们那个村子的勇者呀。感受到了大叔的决心，卡牌释放出无穷的力量，仅仅只是散发出的气息就将小喽啰消灭了。顿时，大魔灵大喊：“女儿，看着父亲，自从你妈妈回到了精灵部落之后，爸爸我就变成了懦夫。我曾经在心中给自己说，那都是为了保护你，所以我才会如此唯唯诺诺的。今天爸爸明白了，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有问题就去解决，有困难就去克服。他们想让我死，我就要让他们也别活。”说完，卡牌弹出，4个4出现，大叔竟然领略了卡牌的正确用法，召唤剑神降临。只见一个精灵女王的虚影浮现在两人的上空，而那人的模样正是少女的母亲。给我战胜他们！下一刻，女神在虚空一握，一把弓箭凭空诞生，裹挟着无穷的威能猛然爆发，前面的小怪一下就被洞穿开来，见到自己的部下被消灭，大魔灵却是一阵窃喜，这样下来威力就会消亡很多吧。抬手就抓向剑神，刚一接触就发现了不对劲，巨大的能量在手中爆发，下一刻竟被一下给射杀了。随后大叔才收起了卡牌，女神的虚影也缓缓消散，少女立刻来到消耗过度的父亲面前，这乐平大人简直就是神啊！而也就从这天开始，勇者大陆上就诞生出了一个新的战斗职业——卡牌大师。就在送走父女俩后的1周，勇者怎么想都不得劲，此时正坐在院子里吃着异世界西瓜，可惜了伊利弗的离开，不然这瓜肯定会让他好吃到爆衣的。在接触了其他人之后，原本只想熟地的勇者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这个世界的魔王勇者乃至精灵，都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新体验。此时他的内心也有了几分的躁动不安，或许出去看看也是不错的。要是再碰到伊利弗就好了。就在乐平满脸惆怅的时候，女魔王提着一杯饮料骤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如此场景，乐平早已经见怪不怪，怎么一脸闷闷不乐，在想什么呀？乐平有着几分无奈，说出了心中的想法：我还是想出去看看，不过还是太弱了。女魔王表情不悦，此时乐平的无奈在他眼中更像是不屑。外面的世界确实比不上你这，但是你也太臭屁了吧？还是给了个台阶下，说道：既然你想出去，那就陪本王出去一趟吧。见此，乐平大喜，若是有女魔王的保护，出去自然是什么都不怕了。哼，就知道你想我陪你才会出去，给我少废话，换衣服去。摇了摇手，下一刻乐平就穿戴整齐，女魔王也穿着乐平做好的衣服，看上去英姿飒爽，十分的干练。特别说明女魔王全身的衣服都是乐平做的。狗子也叫唤着想要一起出门，只听啪的一声，一个传送门出现，出发吧，从这里穿过去就能到最近的小镇了。而废物乐平哪里见过这等场景，亦步亦趋的跟着女魔王后面。就在要穿过法阵的时候，乐平喊住了女魔王：那个伊丽莎白呀，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就是出去之后你不会抛下我一个人吧？还有就是你的情绪要保持稳定，不要像在家一样。再一个就是出门后要低调一点哦。而我那战战兢兢说出的话，却在他的耳中变成了：一没有我的允许不能走开，二给我收好你的脾气，三不要随意使用魔法破坏我体验凡人的乐趣。看得女魔王伊丽莎白一阵恼怒，不过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心中一喜，就是最后我们见过外面的世界之后，你还会跟我一起回来吗？女魔王低着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当然，在没有彻底打败你之前，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虽然不知道打败自己是什么意思，不过在得到对方的承诺后，乐平还是忍不住的欣喜。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女魔王冷声说道：什么条件？看
看到他变脸后，下意识的停止了脚步。那就是回来之后你要和我做。女魔王一边说着，一边靠近着乐平。回来后和我做超足料什锦水果布丁啊！布丁？乐平脑子蒙圈了，就只是布丁啊？对啊，有什么问题吗？没，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赶快出发吧。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外面的世界已经让他迫不及待，随即踏入了传送阵。此时狗子却大惊了起来，他感受到了魔法的消失，竟然是不带他玩过二人世界了。良久，在魔法下，乐平缓缓睁开了眼睛，猛然间瞳孔睁大，一幅幅异世界那奇妙的建筑映入眼帘。此时的两人终于开始了度蜜月了。望着周围不同的种族以及职业，乐平早已两眼放光了。这难道就是异世界吗？好厉害，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丑一般，喊着伊丽莎白和自己东看看西看看。这个小镇不仅有贩卖装备的地方，还有集市。原来异世界的人们也喜欢吃猪猪啊！就这样不停地在各个摊位驻守观看着。女魔王一阵无语，看着四周好像和500年以前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也点点头。之前那个大叔还说异世界很混乱，这明明很和谐嘛。说到此，女魔王不由得得意了起来。那还不是本王执政期间底子打得好。想当初我还没有统治的时候，这个世界是被各大势力所割据的，不同势力之间冲突不断。本王用着绝对的实力将其碾压，并定下了所有人、所有种族平等的大规则。狭长的眉目裹挟着骄傲看着乐平。所以说，真正拯救了这个世界的其实是本王，而不是你这个传说中的勇者。可当他看向乐平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不见了踪迹，气得女魔王浑身发抖。可恶的乐平，岂有此理！竟然不把本王的话放在心上。此时的乐平正蹲在一个小摊贩前面，看着对方贩卖的玩偶。不错，缝纫的线口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看来你很用心嘛，小妹妹。没错，要是哥哥想买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而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吼声出现在背后：谁叫你可以在这摆摊的？随即就是一脚将摊位踢飞，玩偶散落了一地。猪头怪一把抓住小女孩：臭丫头，你们教堂欠我们帮派的保护费还没有交，还好意思在我的地方摆摊吗？在小女孩的身后，还有几个小萝卜头担心的看着眼前的一幕。不解气的猪头怪一把抓起了她。此时小女孩虽然是害怕到发抖，但是还是强撑着说道：明明你们从来都没有保护我们，凭什么要交什么保护费啊？见到对方如此的天真，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用道理能够说通的。当你能说通的时候，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规则在桎梏着对方。猪头怪可不管保不保护他们，只要这里是他的势力范围内，欲望就是他的规则。你们等着吧，等修女回来后一定会收拾你们的。大言不惭，臭小鬼是不是还看不懂这个现状？等老子把你们这群孤儿都赶走，再将这个烂房子拆了，你才会明白这个世界的道理。此时我看到此幕，不由升起了无名的愤怒。你快给我住手！可猪头只是斜眼冷漠地看了我一眼，我就吓得后退了几分。毕竟是异世界，我又手无缚鸡之力。看到我的动作，女魔王眯着眼，有着几分无奈。这家伙是又想了什么新招式，来玩弄这些弱小的平凡人吗？而我却流着汗水看向伊丽莎白，眼神中满是求助。本王才没有你那样的恶趣味。随即就环抱着身体不再看向我。见到伊丽莎白不搭理我，我顿时慌了。此时的猪头也大声地呵斥着：老子问你到底要干什么？充能耐是吧？没死过是吧？想当英雄我可以成全你。此时我慌得头皮发麻。天啦，这头猪看上去就好猛，我不会被嘎吧？不对，我有办法了！大家快看呀，这个猪头人居然欺负小女孩！大家快和我一起谴责他！独自尬里尬气的说话，看得众人汗流浃背，纷纷吃着瓜，吹着口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哈哈哈！见此，猪头忍不住的大笑了起来。你不会以为会有人站出来吧？这条街的谁不知道我们猛虎帮啊？你比这小姑娘都还要天真啊！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乡下人。不过你旁边的妞倒是火辣，不由分说的指挥着小喽啰就要抓住我一顿揍，还要将女魔王囚禁起来。呵呵，囚禁我？真的是以为是个人都能囚禁我是吧？此时被踩着老虎尾巴的女魔王愤怒了，一股滔天的气息散发，天空中猛然间出现一个虚幻的魔鬼。这天空怎么突然变暗了，犹如末日般的场景，顿时吓得猪头怪颤抖了起来。天空中不时发出几道雷电，击中了小镇的建筑。乐平开始慌了起来，连忙安抚着女魔王的情绪：伊丽莎白，不要啊，你这样会毁掉整个小镇的。消消气，消消气，吓吓他们就行了，你何必跟普通人计较嘞？乐平不停地扇着扇子劝说着。女魔王傲娇的冷哼了一声：就看着你的面子上吧。顿时回收了释放出的魔法，而这一幕也被小女孩看见了。女魔王身上那无与伦比的魔力，这真的是人能拥有的力量吗？而此时天空也恢复如初了。就在刚才，女魔王一怒，天色骤变，猪头怪吓得浑身冷汗，可在小弟的面前也不能露怯，只好哆哆嗦嗦地说着：你们想为这群孤儿出头吗？此时乐平不想女魔王毁掉这个小镇，也不想搭理这个猪头怪，就想直接替他们出了这保护费，倒也是没多少，2个月才10金币。当然这是在女魔王眼中，就是为了这区10金币就搞得鸡飞狗跳的，真是无趣至极。乐平顿时谄媚地望向女魔王：那伊丽莎白，你一定有很多金币吧？女魔王揣着手，一脸的傲娇：这不是废话吗？我所拥有的财富数之不尽，那要不你借我一点，我之后就把家里种的蔬菜卖掉还给你。女魔王撇着眼看向乐平：笨蛋家伙，你那些东西随便掉点渣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况且那都是给我的菜。再说了，我是有很多钱，但是我没带啊。此时两人的无所顾忌的交谈，却让猪头魔有了几分恼怒。我这个大个活猪，你看不见吗？两个人简直没把本猪放在眼里。乐平摸着头，大猪啊，金币没有，可否用土特产来抵押？受不了的猪头怪愤然起身，是在耍老子是吧？老猪不发威，你当我是粉色吹风机了？忽然一个钱袋飞了过去，一下就砸在了可爱猪头的脸上，金币散落一地。是谁打我乔治的？快站出来！是我。随即一个大帅哥出现了众人的面前，钱我替你们出了，但是我想请你们和我搭档做一件事情。话虽然是对着小女孩说的，可眼角却看向伊丽莎白。此时小女孩安妮有些疑惑，搭档，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跟我来吧，要是能成的话，相信这也能解决你们的资金问题的。伊丽莎白丝毫不感兴趣，身为勇者大陆顶端的魔王，才不会因为蝼蚁的故弄玄虚而有所兴趣。可乐平却因此犯了愁，毕竟是穿越前也是只是普通人，面对别人善意的邀请不太好拒绝，况且那个小女孩要去，乐平也不太放心。很快来到一个酒吧面前，帅哥一脸的阴翳，众人也跟在其身后穿过了酒吧大厅。也就在此时，两个该流子看着伊丽莎白的美丽，就开始起了调戏，一口一口妞的喊，还说旁边那个人就是一个废物。乐平拉着背带有些生气，但更多的是担忧。果然女魔王脸色巨变，一股滔天的死亡气息笼罩在其他人面前。有本事再说一遍！吓得两人只好装聋作哑。伊丽莎白也有些生气，撒娇的说道：“都怪你死乐平，非要跟着来这种破地方，白白浪费本魔王的时间。”也就在这时候，众人也终于到了男人所说的目的地。可一刚打开门，屋内一众女人就围了上来，不停的喊着：“主人，你回来了！”撒着娇环抱着男人。而帅哥也有几分不好意思，忘记给各位说了，我几位老婆也在这里。这可把乐平羡慕坏了。几位还都老婆，这么和谐的吗？随即众人坐在一起，男人就开始起了介绍，指望一个黑皮肤的女人说道：“这位是袈裟，是一个盾战士；这个猫女是刺客洛可可，穿着白袍的是祭祀蛤蜊；最后这个精灵少女就是射手歌利亚。”女魔王十分无语，不是说有事情吗？别搁着扯家常了，有事说事情，没事我们就走了。而见到女魔王如此嚣张的一幕，黑皮受不了，主人，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嚣张？本王的态度就是这个。怎么，你们有意见？真是够搞笑的，还自称为本王，而且看你耳朵的形状，该不会是带了点精灵血脉的低等混血吧？在本小姐面前转什么转？一言不合，众女就开撕了起来。就在众人唇枪舌剑之际，女魔王终于忍不了了，既然尔等非要自取灭亡，就怪不得本王了。顿时乐平大骇，连忙从背包中拿出一个布丁。女魔王之前的愤怒顿时烟消云散，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看着女魔王如同孩提般的吃着东西，乐平长舒了一口气，还好我早有准备。此时乐平也开始介绍起了自己两人的身份，我们是从无名部落出来旅游的，她是我们那边的公主，叫做伊丽莎白，而我是她的仆人乐平。听此，众女都有些不屑，怪不得行为举止这么奇怪，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小部落的公主，名字还叫做伊丽莎白，该不会是现在还有人崇拜魔王吧？土包子！乐平听到他们的话吓得半死，这群人要是在作死，我可就不了你们了。帅哥其实就是看上了伊丽莎白之前在大街上散发的魔力，这才邀请他们的。此时也无所谓的说道：“现在我邀请你们3个组队去参加一个宝藏副本。”顿时乐平就开始了疑惑，啥叫做宝藏副本？便小声的对着旁边的小女孩说道：“安妮妹妹，你知道吗？宝藏副本据说是远古的强者为了隐藏某些贵重物品而设立的魔法空间，一般都非常的隐蔽。”听到两人的窃窃私语，帅哥骄傲地向着众人阐述：“没错，我也是耗费了很多心血才得到的这个宝藏信息的。不过开启这个副本的人数却是需要8个，所以这才来邀请你们一同前往。”乐平也反应过来了，这意思就是找我们来凑人数的吗？安妮也开始数起了人数，数到自己时候才发现自己是那第8人。我明明只是一个菜鸡啊，别死在那里了！看见安妮的哭泣，乐平有些不解，不是找宝藏吗？应该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啊。乐平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宝藏副本一般而言都是超高难度的副本，而我只是一个区4星模式，去了简直就是去送死。你们放心吧，你们只要帮我们凑够了人数，战斗的事情就交给我，之后的宝藏我也会分给你们一些的，估计也能分个几万金币吧。顿时安妮大喜，那这样说的话，岂不是能够解决他们那一群孤儿的生活问题了吗？而乐平也看向伊丽莎白，想知道她远不远去，只要有她去，乐平就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此时吃着布丁的女魔王自然是什么都答应了，而帅哥此时却对修女点头示意，随即修女拿出了一个魔法水晶球，这是测魔水晶球，只要把手放在上面就能测出你体内的魔力等级。说着就开始了示范，上面显示出8769的数字。就在乐平疑惑的时候，安妮开始了解释，这是能将魔力等级具象化为数字的水晶球，8969就代表着是魔灵的水平了。此时帅哥也开口道：“没错，我是4星魔灵，我的几个老婆是大魔师，既然大家要搭档，就应该知根知底，大家测试一下自己的魔力吧。”安妮也开始了靠近，水晶球顿时出现了数字300。当这个数字出现时，女人不屑地说道：“才300，我刚刚转职的时候也比这个高不少。”安妮欲哭无泪，无论她怎么修行，她就只有这点魔力，而我也十分有兴趣，想要看看异世界的魔力是否我也拥有。然后自信满满的将手放在了水晶球上，可等待了良久，上面的数字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怎么可能是0？就算是纯粹的武者都不可能是0的呀！哎，果然我只是一个废物啊！原来世界是个社畜，现在到了异世界还是个废物，还是老老实实的种田吧。我这辈子算是和魔法无缘了，请伊丽莎
莎白，你也来测一下吧。可伊丽莎白此时只在乎眼前的布丁，直接无视了对方，喊了好几次都没有回应。乐平在旁边看得尴尬不已，小声的提示着伊丽莎白还是配合一下。该死的乐平，非要让本王陪你一起去戏弄这些无知的粉人。有趣吗？真是恶趣味！非常恼怒地将手放在了水晶球上面，忽然间一股巨大的光芒在水晶球上产生，强烈的光芒反而显得四周一片黑暗，众人也被这剧烈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睛。就在女魔王按照要求要进行魔力测试的时候，乐平顿时慌了。若是察觉出女魔王那不可思议的魔力，不知道会闹出怎样的事情。于是就对着伊丽莎白扭捏的开口，话还没出来，伊丽莎白就明白了对方的恶趣味。罢了，难得出来一趟，就陪你玩一回吧。随即控制着魔力开始测试，就连喵喵都忍不住要说：“你就宠着他吧。”在众人的惊讶的目光注视下，水晶球浮现出4个数字，竟然和人马帅哥的灵力一样，都是魔灵级别的强者。刚才还在嘲讽伊丽莎白的3个女人也惊讶地站了起来，只有我抹着额头上的汗水。还好还好，人马帅哥闭着大拇指就开始了阿谀奉承，也引起了其女眷的不满。众人也没再说什么，人马就吩咐祭祀女开始了魔法的构建。下一刻，价值千金的传送卷轴打开，在众人的面前，一道耀眼的光芒诞生，仅是眨眼的功夫，咻的一声，众人一下就消失不见了。片刻后，来到一个昏暗的空间当中。就在我还在沉寂于魔法的强大的时候，伊丽莎白感受到周围的魔力，小脸一动，这个气息是？难道说是老娘的东西？乖乖，我自己偷自己的东西。人马一落地就开始吩咐了起来。事不宜迟，咱们快点进宝藏副本吧。女魔王一个转身对着乐平就说道：“我不想去了，回家吧。”乐平，黑皮女瞧准由头，马上就开始骂了起来，而其余2个女人也帮衬着：“要是你不进去的话，也别想离开这里。”女魔王缓缓回头，嘴里只是淡淡吐出2字：“试试。”这一下就把乐平吓得不轻，生怕血溅当场的她挡在了女魔王的面前。大家听我说一说。下一刻，一脸献媚的样子求着女魔王陪自己玩一回吧，大神带我吧。此时小安妮也发现了不对劲，见识过女魔王魔力的她，发现了这里面有一股和她很相识的魔力。听此，乐平一头问号，还没想明白，就被旁边一个手推了开来，差点一个踉跄就要摔倒了。此刻，人马帅哥用着那标准的勾搭人的笑脸，邀请着伊丽莎白，并承诺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我都保护你的，我的公主大人。小妞，我的3个老婆可都是在我这攻势下臣服的，我先让那几个杜甫来刺激你，再给你温柔，你岂能不中招？可女魔王只是瞥了一眼，视若无物一般径直离开，对着乐平说道：“好吧，就依你难得陪你出来玩玩。”理都没有理人马，对着乐平就喊他跟上。人马看着渐渐远去的2人，脸色逐渐阴翳，可他哪里知道女魔王何等人物，这人马只有他骑的份，哪有马其他的道理？况且不过蝼蚁儿。不久后，众人也进入了宝藏副本当中，在他们进去后，结界就自动合上了。乐平还去摸了一下，看来已经不能原路返回了。女魔王也解释道：“除非你的实力比设置下结界的人更加强大，否则是不能通过传送阵离开的。”刚一进去没多久，就遇到了分岔路口，见到进入结界里面，祭祀女高兴地大叫了起来：“现在只有主人能带着我们找到那个东西了。”小女孩安妮听出了不对劲，不是来找金币宝藏的吗？那个东西是什么？于是就问着旁边的女人，可女人只是支支吾吾将安妮给欺骗了过去。而我也是不怕，反正有女魔王在此，任谁什么都伤害不了她分毫。看见前方的分岔路，猫女开口道：“主人需要分队行动吗？”暂时还不需要。对着祭祀女就说到用那一招。下一刻魔法发动，魔力顺着法杖朝着里面蔓延开来，一瞬变化为了无数的分支，开始探索了起来。不一会就探索了几10条道路，祭祀女也开心了起来，马上就能找到对应宝藏最短的路程了。对此一幕，女魔王只是冷笑一声，果不其然，往后的分路不计其数，哪怕是将魔力全部用完了也看不到尽头。祭祀女魔力耗尽，无力的在地上猛然喘着粗气，望着祭祀女瘫软的坐在地上。人马帅哥询问着情况，主人，这个迷宫仿佛没有尽头一般，我已经将魔力延伸到了极限，可是都没有探索到边缘的迹象。其余2个女人也是骇然，要知道祭祀女可是比他俩要强很多的，以往都能探查到3公里以外的情况，如今却看不到边缘，这宝藏迷宫究竟有多大呀？精灵女于是开口着，要不我试一下我的占卜，不过准确率只有34%。猫女见此，算了，我还是建议分小组行动吧，我可以使用分身术来进行支援。见他们吵了起来，我小声的询问着伊丽莎白：“你是知道怎么走的吧？”对此，伊丽莎白嘴角微微翘起：“那是当然了，这个迷宫不过是一个表象而已，这些无知小辈们要是想要探索的话，是一辈子都无法走出去的。”于是我开口说道：“那要不要先帮他们一下，也算是将之前的人情还了？”伊丽莎白微微摇头：“不，我现在就要跟你一起看着他们自生自灭。”忽然，小女孩安妮指着第3个隧道说着：“走第3个应该可以到达目的地。”伊丽莎白饶有兴趣的看了过去，而见到伊丽莎白的表情，我也顿时明白，高兴的问着安妮是怎么知道的。其实安妮也是猜的，只因那股特殊的魔力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祭祀女像是被踩着猫尾巴一般跳了起来，胡说八道！你说的魔力我怎么没有感受到？区区一个4星模式就在这大言不惭。忽然来的兑现，直接将安妮吓成了麻瓜，连忙道歉。而后祭祀女直接对着众人说道：“虽然我没有探测到底，但是根据已知的信息，走最后这一条路遇到的魔物才是最少的。主人，我们应该走这里。”人马帅哥问着自己的女友团，
还是询问了一下意见，最后还是决定一起走最后一条道路，即便是走错了，也有能力安全返回。就在人马帅哥下定决心的时候，安妮却大喝了起来：“不行，走其他的路都行，唯独不能走最后一个山洞。”也没有过多的解释，用着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猜想。布偶魔法召唤，你们有看见我的小熊吗？招呼出来的一个小兔子来到了山洞口处，一步一晃的慢慢走去。忽然地下冒出一个巨大的怪物，直接将兔子脑袋分了夹。定眼一看，才发现是一个巨大的拟态蠕虫。忽然来的突袭，吓得我面色发青。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啊？这是一种寄生型的魔兽，一般出现在巨大的魔物体内，看着差点害死众人。猫女讥讽地看向自己的情敌，你说的那边魔物比较少，该不会是探索到的是她肚子里面的尸体吧？祭司女面色阴翳，此时伊丽莎白也看够了闹剧，径直一个人走出了人群。乐平跟着我，就让他们慢慢纠结吧，我们走吧。看着女魔王终于愿意带路，我也落着一个心安。看见两人朝着自己说的方向走去，安妮生怕自己的判断失误导致两人受到威胁，也跟了上去。主人，我用分身先去跟上去收集情报吧。人马帅哥陷入了沉思，刚才那蠕虫的恐怖众人都是看见了的，现在这女人敢轻而易举地做出选择，想必不会无故放尸。不必了，我们跟上就好了。而就当两人走到洞口的时候，身上的气息也随着山洞飘向了隧道的深处。猛然间，里面一个怪物睁开了眼睛。就在几人进入宝藏隧道之后，就将遇到的小怪物给消灭了。在安妮的指导下，虽然遇到了不少的怪物，但是都不是特别厉害的东西。此时我和安妮都躲在伊丽莎白的背后，询问着伊丽莎白此时是否安全。而看到我的样子，伊丽莎白十分无语，这拙劣的演技我都看不下去了。而祭祀女此刻雷霆大怒，指着我们几人就开始吼了起来：“都怪你们，看把我们带到这里，一路上到处都是魔物。”伊丽莎白也不恼怒，瞥了一眼后，算了，还是按照乐平的剧本走吧。讥讽地开口道：“亏你还是一个法师，不知道魔力越是浓厚的地方，聚集的魔王就是越多吗？你是来找宝物的，当然是在魔力浓厚的地方。”气得祭祀女一下说不出来话，人马帅哥就来打着圆场，他还想将女魔王收入后宫了，可不会让自己女人和他有过多的矛盾。格丽，你冷静一下，我能为伊丽莎白小姐保驾护航是我的荣幸。一边说着，还一边给伊丽莎白抛着媚眼，气死我了！这个贱人不仅害我丢人现眼，居然还敢勾引主人。其余几人倒是没有这么大的怒气，探险嘛，遇到怪物也是正常的。主人要不要在这休息一下？经历了这么长的战斗，需要休整一下的。本王可没有时间浪费在你们这里，这才多久就要休息？女魔王的话也让其余几个女人发怒了。这一路以来都是我们在砍杀魔物，你却是在一路旅游一般，要走你走吧，没有我们你能这么轻松吗？帅哥人马也好心的献上殷勤，伊丽莎白小姐你还是休息一下吧，等会我会送上精灵回复药剂给你们的，你们也走了也休息一下。随即女魔王就问起了我的意见，我本来就是想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当然不想脱离大部队。伊丽莎白呀，等会吧，让我喝一点这个精灵的恢复药剂，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说不定还能提高我的烹饪。女魔王对乐平从来就没有狠心过，也算是同意了乐平的建议。良久，火堆升起，众人也开始了篝火谈话。歌利亚此刻用着魔法将一瓶瓶魔法药剂变了出来，很不开心的就扔给了我们几个一路酱油的废物。女魔王轻松接下，我也欣喜的拿着药剂，这就是魔法世界的药剂吗？毫不犹豫的一口喝了下去，顿时一股高浓度青草味道席卷了胃里，这味道就好像是牛在胃里咀嚼了好几天吐出来的一样。看到我吐了出来，精灵忍不住了，你们这些魔法笨蛋，喝不来就不要喝。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伊丽莎白直接将药剂倒在了地上。可恶，你倒掉本小姐的药剂是什么意思？女魔王已经忍不了，现在只想找事，让乐平没有理由心安理得的杀死眼前的一群人。见到女魔王那平静的背后，我吓得汗水直冒。不要吵了，我带了一些吃的，是我种的一些水果，大家一起吃了吧。乐平从书包里面掏出了普通的香蕉，将这些香蕉分给了眼前的一群人，当然也有不愿意接受的，其中就有祭祀女和精灵女，一个扔掉，一个捏碎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待会会后悔的捡起来，捏碎的也会舔着手指吃完。算了，还是先垫垫肚子。在人马的带领下，其余几个女人吃了起来。讲到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马帅哥，其实私下是一个大坏蛋。就在刚刚吃下了乐平的大香蕉之后，人马帅哥发现自己的等级正在蹭蹭上涨，其余两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魔力等级竟然在不断提升，而我却因为他们刚才的跳舞还在鼓掌。看来异世界也不错嘛，篝火前面还有节目的。而女魔王像是早就发觉我的心思一般，乐平这个家伙知道他们再往前面走就必死无疑了，所以提前给他们增强点实力，好让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嘛。此刻刚刚没有吃乐平大香蕉的两女也发现了不对劲，你们的魔力怎么提升了这么多？小女孩安妮推着眼镜说道，这是因为他们吃了乐平哥哥的大香蕉。你这是什么话？吃香蕉就能变强？格丽她说的没错，我就是吃了他的大香蕉之后居然提升到了2星魔灵。猫女也是一脸的惊骇，确实是如同黑女说的那般，不仅如此，就连人马都直接提升了3个阶段，来到了3星大魔灵的境界。立刻就询问起了乐平，乐平先生，你的香蕉究竟是什么来历？什么来历？这一席话问得我一头雾水，不就是普通的香蕉吗？普通的香蕉，谁家普通的会让人提升资质啊？其实要说普通也不是了，准确的来说是我弄的杂交品种，我嫁接培育了好几年，是不是非常好吃？回答的问题虽不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却是没有解答人马的疑惑。
看着其余都提示了自己的实力，刚才一个扔掉一个捏碎的女人，连忙找了回来，连忙吃向了手里的大香蕉。可刚一入口，手中的香蕉已经开始腐烂开来。祭祀女入口就感觉到了一股腥臭的味道，连忙吐了出来，这分明就是坏的。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女魔王动的手脚。刚才乐平给你们吃大香蕉都不吃，现在想吃乐平的大香蕉没门，是不是你搞的鬼？祭祀女一下指着女魔王，女魔王丝毫没有在意，强者又何必在意蝼蚁的愤怒嘞？也就在此时，安妮看向了女魔王，一瞬间女魔王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下次再用你那双眼睛看向本王，你就自裁吧。吓得安妮瑟瑟发抖。好了，大家别吵了。人马此刻打着圆场，乐平先生，你背包的水果还能再给我们一些吗？那是当然，这几年我没事就种了一点水果，岂能有不分享的道理吗？于是我打开了背包，也就在此时，女魔王才吃完香蕉，扔掉了香蕉皮，一下将背包抢了过来。不行，这些都是本王一会要吃的。说完动身起来，走了。乐平，这趟旅行我们也休息够了，差不多是时候该完结了。见此，我不好意思地对着人马说道：抱歉了，只有下次才能招待你们。没事，你们先走，我和我老婆收拾一下就跟上来。啊，不一起吗？还没等乐平问出原因，女魔王就在前面很不耐烦地催促了起来。见到三人逐渐远离的背影，猫女一脸的阴翳，主人要不要我去把那个背包抢过来？黑皮女也随之应和，说不定他们还藏着更好的。这就是人性啊，给了你好处，嫌弃不够就要硬抢。一般人怎么会把如此珍贵的宝物随便带在身上？所以她绝对不是偏远部落的公主。最近四大势力之一亚历士多德国王正在全面悬赏失踪公主的信息，我要是没猜错的话，那个人就是公主殿下吧？要是能趁上这个机会把她变成我的女人，我就能攀附上这国王的势力，倒是得到的又何止是眼前的区区的魔法水补？说完就哈哈大笑了起来。见到人马帅哥如此的英姿飒爽，众人一下就内分泌失调了。主人，都怪我们不能满足主人。说着就拍起了马屁。此刻众人再次在隧道中出发，可没走几步，隧道中遍布红色的眼睛，影狼首领在阴影中默默地注视着女魔王三人。此刻隧道中只有他们三人，我有些疑惑地望着前方的路口。伊丽莎白，怎么这个隧道越走越暗了？真的有出口吗？伊丽莎白瞥了一眼乐平，淡淡的说了一句信我，也没有其他的话。突然头顶上出现了岩土破碎的声音，在上方不断的冒出了一个个怪物，只是乐平两人还没有发现。此时安妮也感觉到莫名的寒意袭来，拉着乐平的衣服。忽然一个黑影袭来，溅起地面扬尘滚滚，将三人前进的道路给阻拦了。就在我还在疑惑的时候，人马臭屁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在其身后还拉着四个老婆。此刻四人表情怪异，像是经历了什么剧烈活动一般。人马自认为摆出很帅的姿势，烧包的打着招呼，也没有管伊丽莎白没有搭理他，单膝下跪摆出骑士礼。接下来的路程就让在下为伊丽莎白小姐效劳吧，就算是坐在我背上也是可以的。伊丽莎白冷哼一声，滚开，就你还没有资格做我的坐骑。精灵女再也受不了，我们都是被主人骑的，特么的主人都让你骑了，你还不识好歹。话语刚落，一道红光闪过，就径直的倒在地上。众人言意巨变，瞳孔睁大，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怎么会？天上也不断的掉落着碎石。我下意识的抬头看去，只见无数的甲虫类怪物在不停的往下攀爬着。这是什么东西啊？刚才袭击了精灵女的龙狮嘴里还在不断的咀嚼着。也就在此刻，怪物开始不断的冲天跃下，张大着嘴巴朝着女魔王攻击而去。看到此场景，女魔王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怪物就在其面前轰然破碎。此刻我害怕的搂着女魔王的腰上，怎么办？伊丽莎白，你要好好保护我呀！女魔王心中无语，你还在这里装什么呀？这一切不都是你安排的吗？先测试人性的好坏，让那些自私傲慢的先自我毁灭。你的第一步都完成了，现在还搂着我的腰。其余的人面对着攻击也做出了反击，一个个都展示出自己能力。祭祀女发动着魔法，将几人笼罩在安全区内。乐平望着那个王八壳，急忙说道：等等，还有我们嘞！人马一脸微笑的说出最心寒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办法的。现在大南临头各自飞了，祭祀女巴不得他们死，自然也不会帮助他们。忽然怪物冲破护罩，无数的怪物袭击而来，猫女黑皮女一个抵挡一个击杀，人马实力最高，面对小怪也不惧，而我则是躲在女魔王的腰间瑟瑟发抖。面对着无数龙狮，人马帅哥一个帅气的劈砍就将其消灭，他的众多老婆也开始发挥着自己作用，重盾出击，小猫挠痒。此时实力最低的猫女无力地坐在了地上，怪物怎么都杀不完，再这样下去会被耗死的。也就在此刻，从天袭来了一个巨大的龙狮，若是没有办法躲开，他的下场会跟精灵女一样。好在人马及时赶到，一个后踢腿将其击飞。不过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周围笼罩过来的怪物越来越多。伊丽莎白冷笑地看着乐平，现在看清楚了他们的嘴脸之后，你还想要跟他们继续玩你那恶心的游戏吗？我是比较小白，也比较善良，但是可别把我当成圣母喂，来时的人情也已经还了，现在就如他们说的分道扬镳也好。伊丽莎白再次冷笑，先让对方膨胀，再引入危机，确定对方是否有拯救的价值吗？真不愧是打败我的人啊！行了，那就准备出去吧。我顿时一愣，这不是说不能传送出去的吗？怎么可以出去了？喂，你还装呀？女魔王十分顺手地牵着我的手，是那么的顺其自然，理所应当，让我的内心都泛起了涟漪。忽然，血红色身影骤然从后面攻击而来，第一个发现的却是最为弱小的安妮。就在危险之际，龙狮就被一个巨大的白色拳头击中，轰然化为血雾散了开来。
下一刻再次变成了一个小兔纸玩偶。你们刚才看见了一个小熊吗？安妮神情呆滞的看着前方，我看到安妮一个人呆呆的站在后面，拉着女魔王的手喊着安妮跟上。片刻后，女魔王来到了一个结界处，用手轻轻的敲了一下，然后念着讳莫如深的咒印。下一刻结界消失，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大门映入眼帘。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难道说在这个石门之后就是出口吗？石门缓缓打开，光线顺着门缝穿透而来，带来了希望与温暖。女魔王率先踏出，我望着那背影，心脏莫名的跳动了起来。也就在此时，一个不善的眼光看来，原来正是人马他们，连忙喊着安妮快点进去。在我踏入之后，大门也逐渐关闭。此时人马也差不多解决完身边的怪物，冲着身后的女人喊道：赶快到我的背上！特么的，这群混蛋以为这样就能甩掉我吗？渐渐的，门缝透出的光芒越来越少，最终重重的关闭了。而门内无数的黄金宝藏映入眼帘，人马三人望着那巨大的财富跪倒在地，在其前方却没有了伊丽莎白三人的踪迹。此时的我也高兴的跳了起来，如此多的金币发财了呀！安妮也是十分欣喜，要是带点回去，家里的小伙伴都有饭吃了。忽然一个身影来到了我的身边，将我推开，眼神中满是凶横。星女眷也是有样学样，将安妮推倒。人马帅哥望着眼前的金山，没想到这传说的东西真的存在。神器，魔王的甘露，传说中里面蕴含着魔王力量，饮一口就能获得无穷的力量。乐平虽是好人，但也发怒了，你们也算是靠我们进来的，现在就想过河拆桥吗？哈哈哈，确实啊，我们是应该感谢一下你们的，本来只是想让你凑一下人数，再当一个炮灰去前面探测危险的，没想到还真有你们的。作为感谢，那就让你们死得痛快点吧。就在话语落下的时候，忽然一个个金币从金山上掉落，一个巨大的眼睛睁开，猛然间整个宝藏都开始颤抖了起来。巨爪弹出，黄金巨龙苏醒了，裹挟着巨大的威能，发出震耳的咆哮。铁眼看向下方，乐平瞬间汗水冒了出来。这就是西方的龙吗？有些彷徨无措的拉着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你快看，你快看，这是龙啊！殊不知这龙可能还没有自家的宠物狗厉害。不对，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安妮的眼睛在眼镜下变得通黑，她不是最强的，在后面还隐藏着更加恐怖的存在。听到小女孩的话，伊丽莎白眼神中也露出了玩味的含义。巨龙发出咆哮，就要对着眼前的众人发动攻击。黑皮女表情严肃，主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人马拔出长剑，开始蕴含着魔力。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发动最强的拔刀斩。猫女也知道，此时也只有主人能够做到杀死魔龙。也就在此刻，魔龙的巨抓下探一下，激起一片扬尘。黑皮女堪堪躲过这一击。洛可可，你先去分散她的注意力，就交给我吧。随即猫女就使用起了自己的能力分身术。忽然数十个猫女攻向魔龙，见到魔龙被牵制住了，人马也没有藏着捏着了。眼下最强的怪物就是他了，只要解决了他，就再也没有威胁。随即就要使用出最强一击，无穷的力量在体内汇聚，最终凝聚在双手之剑上。强大的力量让剑体变得透明起来。猫女多番对魔龙发动攻击，可是都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喘着粗气，心中满是无奈。黑皮女也换过劲，将手中的盾牌变形，抛向天空，变化为喷射器。顿时滔天的火焰燃起，巨大的推力犹如火箭发射一般，刹那间巨盾就攻向了魔龙。就在他以为成功的时候，却看见魔龙毫发无损。下一刻，巨大的爪子落下，阴影笼罩在黑皮女身上。猛然间，死神毫不留情地落了下来。黑皮女变成了一块纸片，猫女目眶剧烈，将自己所有的人偶纸片抛向了天空。此时她拼尽了全力。下一刻，无数的分身出现，她也知道无法对其造成伤害，不过她的目的也仅仅只是起到干扰的作用，为主人争取到时间。魔龙只是看了一眼，然后挥动着翅膀，随后风暴形成，将猫女分身席卷其中。不仅如此，风暴中的金币还不断向外射击，一个又一个的将猫女分身消灭。此时就犹如卡特的大招一般，全体开始了无差别攻击。当然，无数的金币也攻向了我们三人。就当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金币就擦肩而过，差点爆头。女魔王赞赏地看着我，不愧是你，不过也因为是你，根本就不害怕。半晌后我才反应过来，刚才是差点就要死了吗？此时风暴还在继续，若是再这么下去，运气就不会这么好了。安妮露出黝黑的眼睛，下一刻发动着魔法布偶召唤。你们有看见过我的小熊吗？顿时一个巨大的黑白熊猫出现在众人面前，抵挡着袭击而来的金币，让其没法对他们造成伤害。而此时的人马却没有这么好运了，他还在不停的蓄力，等待着反击的机会。猫女见此情况，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刻来到了主人的身边进行着守护。而这也暴露了他的位置。就当他还在庆幸保护了主人的时候，魔龙也烦了，该死的苍蝇，给我去死吧！一个金币爆射，猫女直接就被爆头了。而此时的人马丝毫没有反应，力量还在不断的汇聚。在外面的情况他当然也是知道，但只要杀了他就能获得宝藏了。蓄能完毕，给爷去死吧！猛然间冲向魔龙，朝着魔龙的脖子就是一刀。我这一击就算是魔宗也无法抵抗的。可当烟雾散去之后，魔龙的脖子处仅仅只有一道白痕，竟然连防都没有破。而人马的剑体发出了咔嚓的声音，骤然间就破碎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啊？人马惊讶地看着手中的宝剑，他没破防，人马可是破防了呀！魔龙压根不给喘息的时间，直接一个尾击将人马横扫出去，击落在金山之中，在众人的面前就犹如推土机路过一般，可想而知人马遭受了怎么样的攻击。此时众人才知道魔龙居然是4星魔宗强者，而刚才无比巨大的熊猫在其对比下只是一个玩偶。此时魔龙已经将人马一行人解决了，勇者3人面对袭击而来的魔龙表情各异，如此强大的人马都被一巴掌拍死了。事到如此，看来我只能使用王牌了。女魔王饶有兴趣地看着乐平，终于不装了吗？可乐平只是揣着双手，一脸无惧看着女魔王。而乐平最大的王牌就是女魔王本王了，你动手吧！杀鸡焉用牛刀？切，无语！看来这家伙真是一开始戏弄我。此时我在心中默想，要是你不出手，我怕是会死在这里了。少在外人面前命令我。转过头就傲娇的不搭理乐平，而安妮此刻惴惴不安，她感受到了眼前的魔龙并不是真正的恐怖，而当恐怖来临的时候，或许我们永远都出不去了。女魔王瞥了一眼安妮，看来你就是她的后裔了。走到安妮旁边，摸着她的头，轻声问道：“你是吉姆级的血脉吗？”安妮一愣，没有理解。见此，女魔王直接用手探测着安妮的情况，魔力在手中云集，一道道奇异发光芒产生。安妮心中大骇，沉寂已久的回忆涌入心头。那是在一个修道院中，还是小孩的安妮和众多伙伴一起玩耍。这里不仅有很多的好朋友，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非常棒的修女姐姐。修女十分的好，经常自己缩衣节食给他们好吃的。安妮是非常喜欢修女姐姐的。可是，一切在某天都忽然变了。在一天清晨，一群无数的恶魔来了，将我们所有的小孩抢送走。就在安妮殊死反抗即将死亡的时候，内心中的血脉觉醒，直接将魔势消灭。你们有看见我的小熊吗？此时的安妮已经陷入沉睡，在暴虐小熊的攻击下，魔势全部消灭。还有当初的小伙伴。醒来后的安妮望着眼前的一切，无助地看着自己双手，难以言喻的悲伤、愤恨、无助涌入心中，在大雨下嚎啕痛苦。此时女魔王也明白了，为何安妮的魔力如此低了，原来是为了篡改记忆，强行压制了自己的魔力，于是动手运用魔力将其修复。真是愚蠢的孩子，错不在你，真的要解决这些痛苦，就要面对这一切。此时恢复记忆的安妮躺在地上痛哭，都怪我，弟弟妹妹对不起，是姐姐不好。女魔王虽是同情，但为了让她振作起来，还是厉声说道：“安妮，你这个样子有辱于吉姆级一族的血脉，要想走出悔恨的牢笼，就给本王站起来战斗。”是的，乐平哥哥和伊丽莎白姐姐这么好，这一次起码我要保护好你们。随即安妮漂浮到了半空，而我看到此幕也惊讶不已，她不是一个跟我一样的菜鸡吗？怎么忽然有了如此强大的气势？安妮伸出手，魔力在手中蕴含，召唤术，布偶魔法召唤。骇然间，无数的魔偶出现，每一个魔偶的大小都不比魔龙小。魔龙眼中也满是担忧，骤然向安妮发动攻击，却被小熊挡住。此时小熊在遭受魔龙一脚之后，就直接将其大腿控制住，紧接着粉红大兔子猛然冲击，小拳拳出击，直捶魔龙胸口。这可不是人马那种连防御都破不了的伤害，直接将其胸甲锤裂。魔龙疼得嗷嗷直叫。此时我惊讶地张大的嘴巴，不是吧，伊丽莎白，你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忽然安妮变得这么猛了呀？伊丽莎白露出微笑，那本来就是她的力量，只是现在她认清了现实而已。忽然魔龙抬腿就想要逃跑，见此粉红小兔跑了上去，却正遭魔龙射击，由逃变攻，直接一脚踩了下去。安妮脸色大变，不过这也并非坏事。等到烟雾散去之后，粉红小兔被直直的踩到石板之下，不过它却并没有受到点伤害，其脚掌反而被牢牢抓住。眼下左右脚分别被玩偶兔以及熊猫抓住。就在魔龙要口吐龙息的时候，蠢萌蛇出现，弹射起步将其缠绕起来，猛然收缩，将其胸甲的伤害增大，脖子出不了气，龙息直接就熄灭了。本以为就这样控制住了魔龙，却没想到龙身上最强的翅膀扇动，黄金风暴再次发动，而原本轻易杀死猫女的招式，却在猫头鹰玩偶的控制下，风暴直接被吹散了。见到玩偶的相互配合，每次行动环环相扣，乐平就不由得感叹着安妮的强大。这不只是灵力的强大，而更多的是对战场的一种操控能力。忽然乐平想起刚才伊丽莎白和安妮说的吉姆级血脉，就问起女魔王是什么情况。还没等到女魔王的回答，忽然一股力量袭来，身体就后退了半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亮光闪现，原本以为已经死去的人马忽然出现，原来是他刚才偷袭了乐平一下。此时的人马满身鲜血，身上的盔甲破碎，不过此时的他却非常开心，因为刚才的偷袭抢到了乐平的背包。女魔王眉目微微皱起，她是十分厌恶眼前的这个人马的。人马打开背包，直接将水果拿了出来，之前只是吃了一根香蕉，能力就得到了莫大的提升，若是将所有的吃完，不知道能进阶多少类。不顾此次战场的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将水果全部吃完，而我却是十分的不解，为何这个男人吃着吃着还流下眼泪，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危险的时刻，还抢我的背包。此时吃完进阶果实的人马，全身散发出无穷的力量，他感受到了力量正在源源不断的供给全身，肌肉暴增，直接将原本的盔甲撑破，人马的面容也发生了变化。
此刻已经变成了更加高等级的怪物，不停地叫嚣着力量。此时的人马已经变了模样，进化为更高等级的魔物。魔龙见到手下败将，丝毫没有犹豫，就是一口龙息。在黄金龙息面前，人马丝毫没有害怕，直接一个瞬身就来到了魔龙的面前。此时可谓是就仇天心恨，人马暴怒，一个后蹬腿踢向之前被安妮砸碎的胸甲处，这下子终于是被破防了。连续的战斗加上人马致命一击，直接导致魔龙倒在地上。而此时人马也终于来到了宝藏中最为珍贵的地方。魔王的甘霖，喝了它，我都不知道我究竟能变得有多么的强大。此时人马已经对力量的追逐产生了癫狂的想法，猛然间瞳孔收缩，一股股强大的力量再次涌现，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背后的骨骼都开始发生了变化，直接长出了2个翅膀，彻底的变化为了恶魔形态。此时人马已经入魔，他终于知道为何当初的女魔王会如此强大，仅仅只是女魔王的甘霖就让他获得了无穷的力量。面对着此时的人马，我心里渐渐不安起来，招呼着伊丽莎白快点行动将其消灭。此时的安妮挡在最前面，放心吧，乐平哥哥，我不会让他们靠近你的。安妮打算再次发动布偶魔法，可鲜血溅起在她的眼睛上面，魔法还未发动，安妮就被人马直接洞穿了。再一次，安妮再一次面临死亡，望着眼前的一切，泪水忍不住流了出来。我知道是我的错，若是我没有，安妮犹如草履被扔在了地上，生死未知。安妮妹妹，此时我没有丝毫的害怕，直直奔向安妮。安妮，你一定要坚持住，一定，伊丽莎白会救你的，一定会的，不要死。人马压根没有管乐平这个弱鸡，来到了女魔王的面前。此时或许也就只有他还有一战之力。我知道你现在隐藏了实力，但是这并不重要了。或许之前我还有点忌惮，不过现在你不可能强过我的。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个选择：一成为我的女人，带我去你的王国，帮助我继承所有；二被我慢慢玩弄成为废人之后，再被我当成筹码去交换我想要的东西。此时原本爱好和平的我再也忍不住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杀了他伊丽莎白。呵呵，人马不屑，什么时候一个仆人还有说话份？眨眼就来到了乐平的面前，抬起前腿就要踢向乐平。按照之前他踢魔龙的状态，看来是下了必杀之心，强大的力量直接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溅起了巨大的尘埃。可并不是乐平被踢飞，而是人马直接倒飞出去。等到烟雾散去，一个人影渐渐浮现，乐平眼神坚毅，压根没有之前的懦弱的感觉。此时他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好了，我也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无敌的勇者。此时人马踉跄地在后面滑行了数百米，好不容易停了下来，就看着我开始思索了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感觉我的力量全部被反弹了？难道说是那个女人？对，肯定是你。不过为何没有见到她出手？此时女魔王有些无语地瞥了一眼乐平，还是你会玩呀？你亲手制作的衣服，就连本王都是无法造成伤害，所以你刚才就是为了吸引她攻击你吗？此时的我猛然反应过来，脸色忽然大变。难道说并不是因为我是勇者的原因，之所以人马无法对我造成伤害？难道说仅仅只是我伺候好了伊丽莎白，所以她对我提供了庇护吗？明白了，不是我很强，而是伊丽莎白强无敌，只要我好好的抱紧了她的大腿，再谋求个一儿半女的，那岂不是一种另类的无敌吗？想到此，乐平长叹了一口气。如此种种行为看得人马莫名其妙的，骤然间放声大笑。区人类，你们都给我少得意忘形了！我可是使用了不到一半的力量，我可是已经变成了魔。此时人马脸上的青筋暴跳，女人，在我这种优秀的种马面前，明明你可以享受，现在你给我去死吧！人马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对着伊丽莎白就攻击而去。此时这是他蕴含怒气的一击，按照游戏的说法，那就是有暴击的存在。全身肌肉紧绷，掩饰不住他的兴奋。忽然一个巨大的阴影袭来，直接将人马撞得不成马形。此时的天空之上，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上空，人马碰到了硬茬，差点死亡。而伊丽莎白丝毫没有动作，只是平淡的说道：“终于醒了呀！”人马全身骨骼扭曲，肌肉破损坏死，此时已经奄奄一息的瘫倒在了地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忽然天空犹如被撕裂一般，一个巨大的眼睛亮起，从空中探出一个巨大的龙首龙爪。人马那还能不明白，这个龙才是真正的魔龙，也是魔王的肝里的真正的守护者。那刚才那又是啥？转眼看去，刚才被消灭的魔龙逐渐开始融化，化为了一滩金色的液体，随后液体缓缓地飘向天空。伊丽莎白呵呵一笑，这不是我以前经常给你玩的小把戏吗？用尾巴来做逗猫棒吗？从远处看来，此时魔王的宝藏还不如黄金龙王的一个手掌大。人马一时间难以接受眼前的一切，我费尽心思损耗了4个老婆才得到的魔王的宝藏，怎么会就这么简单的输掉了？我不甘心啊！下一刻，在黄金龙王的指甲盖按了下来，就如同捏死了一个小虫子一般。如此一幕看得我目瞪口呆。这伊丽莎白，这真的是存在的吗？就在我难以置信的时候，伊丽莎白却误会我看透了一切，果然被你发现了，这个空间是不存在的。下一刻，宝藏逐渐消散，此时3人漂浮在了半空之中。果然啊，虽然魔法是你弱项，但还是无法逃脱你的探测。在3人的面前，黄金龙王猛然间凑了上来，
说着叽里咕噜的话，女魔王也回应着魔语。下一刻，黄金魔龙眼泪流出，神奇的是，居然眼泪都是黄金的。骤然间发生变化，一个娇小的小萝莉出现在众人面前。主人，我终于等到你了，艾米莉亚，好想你啊！原来眼前的黄金龙王居然是伊丽莎白的宠物。下一刻，少女奔跑而来，抱住女魔王的腰，哭兮兮的求着女魔王不要走。女魔王有些无奈，明明都已经晋升到了魔王阶级了，居然还这么粘人，我真是败给你了。如今时隔500年，两人终于相见。原来艾米莉亚是魔王从小用魔力驯养孵化出来的小龙，在出生之日便和魔王签订了灵魂契约。在艾米莉亚的视角下，主人不仅赐予她名字，还亲自教导训练玩耍。只要有主人在的时候，艾米莉亚都很开心。那一颦一笑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脑海当中，所以艾米莉亚也不知道在何时，在心中就立下了誓言：总有一天我会保护好主人的，为主人效力。从那以后，艾米莉亚就狠狠地吃饭，长得高高大大，成为了主人的坐骑，陪着主人去征战四方，讨伐邪恶之物。为了解救他们，主人决定去统治这个世界。看着主人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我艾米莉亚真的很开心，真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人的脸上的笑容就在越来越少了。当主人越来越强大，而我的作用也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主人拔出了勇者的圣剑，至此之后就消失不见了。在主人消失10年之后，原本那些野心之人开始蠢蠢而动起来。直到那一场会议之后，各方开始探讨起来关于主人消失的后果。虽然已经过了10年，可主人的威名依旧能够震慑住各方，但是实际上犯罪率却开始飙升，地下暗流涌动。兽人族大臣也说着，好几个大酋长已经脱离了部落，各方势力都开始压制不住了。所以在矮人族大臣的建议下，各个族裔的大臣就返回自己的封地去管理，避免矛盾增加。可是若是这般，主人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创建的各种族和平也会因为矛盾和冲突消散。精灵族大臣也看透了这一点，就询问着魔族的大臣，这也是跟随主人最久的人了，也只有他不相信主人你会死去，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人能威胁到陛下。在众人的不欢而散下，会议停止，最终这些大臣带着主人的打下的成果回到了自己的封地，而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只带着了主人你喜欢的葡萄酒，就一直等待在当初主人发现我的地方。我相信总有一天的主人会再次来到这里的，一直等待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直到我陷入了沉睡，在梦中与主人相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熬过了漫长的冬天，跨过了冰雪融化春去秋来，直到漫山遍野长出了青草与鲜花，我逐渐迷失融合在了这片大陆上。岁月更替，沧海桑田，而这一觉我睡了500年。主人，我终于见到你了。此时艾米莉亚哭泣地抱着女魔王的大腿，虽是有些不忍，但女魔王口中还是说着这样也好，放下了玩闹，你领悟了冥想，成功踏入了魔王阶段。而艾米莉亚心中更是感动，原来主人离开我就是为了让我能突破到魔王阶级。主人你真是太好了，都怪我没有理解您的好。不过主人，不要再丢下艾米莉亚了。此时乐平在虚空中像是一个螃蟹划拉着，十分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你俩别叙旧了，赶快来救救安妮妹妹啊！可也因为这一声惊吼，安妮缓缓苏醒。这是哪里啊，乐平哥哥？乐平一愣，这难道诈尸了？反应过来的乐平欣喜地看着安妮，你没事了。此时安妮摸着身边的背包，忽然难过起来。我是没事了，不过乐平哥哥，你给我的苹果却被压坏了。乐平长出一口气，我还以为啥嘞？只要你没事就好。难道说是这个苹果抵挡住了伤害吗？这有些不合理吧？算了，魔法世界嘛，本身就有很多的不合理。女魔王看向乐平，这一切都是你的谋划吗？从开始分配香蕉起，你就开始了吗？此时艾米莉亚抱着女魔王的大腿，疯狂地贴着，享受着重逢的喜悦。也就在此时，却发现女魔王根本就没有回应她，以往都是要摸我的头的。发现女魔王此时看着一个男人，这人究竟是谁？怎么主人都不看艾米莉亚了呀？随即生气地问着主人，那家伙究竟是谁？女魔王平淡地说着，他呀，他就是勇者，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就是住在他家的。该死的，那就是传说中的勇者吗？就是你这个家伙拐跑了主人500年，现在还当着我的面夺走主人的心。哎呀呀，就恨天心仇。此时艾米莉亚露出了可怕的表情，乐平全然不知小姑娘的心理活动，开始温和地对着她打着招呼。魔龙微微一笑，露出可爱的虎牙。现在我已经追赶上了主人，若是和主人联合起来，一定能干掉这个传说中的勇者。瞬间手臂变化为了龙珠的利爪，猛然间发动着攻击。可下一刻金光再次浮现，艾米莉亚就被弹飞了。此时她一脸的呆滞，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乐平则是有些不好意思，难道是我刚才吓着她了吗？小妹妹怎么坐在地上了嘞？艾米莉亚汗水止不住了流，那足以击毁一个城镇的伤害居然完全被反弹了，难怪主人500年都没有回来，我给主人闯祸了。此时乐平逐渐靠近，这完全不亚于主人的压迫感，他居然能从气势上压制魔王境界的我，这人究竟是谁？好可怕！不要啊！就在他以为要死了的时候，
乐平握住了他的手，抱歉啊，刚才你主动握我的手，我没接住，抱歉。乐平转身看向女魔王，一脸的高兴。伊丽莎白，你也太坏了，我就说你进了宝藏一点都不害怕，原来这个艾米莉亚是你朋友啊。见此一幕，艾米莉亚有些不安，女魔王依旧是环抱着身体。是的，我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不过准确来说，艾米莉亚是本王的坐骑。顿时乐平就有些不理解了，坐骑？在他的脑海中就构思出了一幕小小的艾米莉亚背着伊丽莎白的场景，这是何等诡异的画面。就在探宝游戏结束之后，女魔王一个响指，伴随着魔法的发动，众人就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了。见此，艾米莉亚满眼星星地看着女魔王，主人，你实在是太厉害了。而此时的我也明白了，如此强大的宝藏结界居然在女魔王随手一挥下就破除了，看来只要抱紧了女魔王的大腿，我就此生无忧了。也就在此时，安妮忽然晕倒，女魔王随即就支开乐平，要对艾米莉亚有话要说。乐平将安妮送回了房间，女魔王就居高临下的看着艾米莉亚，主人，你有什么吩咐我的吗？我已经迫不及待的为主人效力了。女魔王不露声色的看向魔龙，你之前听说过黑暗公会吗？艾米莉亚一边思考着一边斟酌着用词，虽然这500年以来我都没出去过，但是在沉睡之前就听说魔域那边出现的情况。请问主人，你是需要了解什么吗？我好像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人族的王子，当初那个想要舔你的舔狗马尔福，主人你还有印象吗？这倒是记不住了，喜欢本王的舔狗太多了。女魔王有些无奈，要是都能像乐平一样就好了，我只喜欢强者。艾米莉亚有些疑惑，主人你是要我做些什么吗？此时女魔王才正色道，最近我出关以来就遇到了黑暗公会，听说以复活本王为己任，到处进行着杀戮，本王不喜。顿时魔龙就生气起来，这要复活大王您，岂不是在诅咒你已经死去了？该死的，这是对主人的大不敬。主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要他们从这个世界消失，但是不能透露我一点消息，可否？当然没问题，我的陛下。好了，真乖，之后我就放你自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艾米莉亚已经切换到了战斗形态，为主人效死是她的荣幸。主人，我这就去把那个什么公会给连根拔除。此时在他的心里暗暗想到，主人承诺之后给他自由，还叫他做什么都可以，那岂不是之后我能像小时候一样，每晚都钻进主人的被窝了吗？下一刻直冲云霄，骤然间离开。可忽然一发导弹从远处射去，嘣的一声发出了剧烈的爆炸声响。此时正在爆炸中心的艾米莉亚怒了，该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对本小姐发动的攻击？在其视线下，一个渺小的身影浮起，检测到目标存活，防御等级提升到2级。在艾米莉亚惊恐的目光下，导弹再次发射。有了防备的艾米莉亚直接用着龙王之翼进行着抵挡，见没有受到伤害，于是哈哈大笑起来。也不过如此嘛。可下一刻忽然变脸，只因他看见了无数的导弹接踵而来，顿时连环爆炸的声响起来，天空中已然被这火光所笼罩。此时的艾米莉亚已经被攻击的不为人形，可机械狗并没有就此停手，检测到目标存活，防御等级提高为3级。此时的机械狗已经火力全开了，可忽然在他的耳边传来了一个傻狗的骂声，这声音是女主人。傻狗，那是本王的人，现在立刻放他离开。收到，我的女主人已经录入白名单中。而艾米莉亚此时就只想逃离这个瘟疫。什么呀，一条狗都这么大威力，难道说他才是勇者吗？就在送走了艾米莉亚之后，3人进入了房间，在喝下乐平递过来的饮料之后，安妮开启了清晰头脑。在这一瞬间，她看到了修女那魔鬼一般的面容。此时的安妮控制不住的眼泪流了下来，那是修女姐姐。安妮别再压抑自己了，你就是我，我也是你。女魔王来到了安妮的身边，看来你是想起来了吗？你的先祖曾经在本王面前立过誓言的，吉姆一族世世代代效忠本王的，现在你的血脉已经彻底觉醒了，誓言之力看来已经降临到你的头上了。顿时安妮睁大了眼睛，女魔王那滔天的气势在安妮眼中爆发。此时的她犹如蝼蚁一般躺在其手心处，安妮顿时满头的汗水。伊丽莎白姐姐，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魔王吗？女魔王只是呵呵一笑，静静地看着安妮。可这时候安妮却惊讶不已，古籍中曾经记载500年前勇者和魔王不是同归于尽了吗？难道说乐平哥哥你就是？乐平不好意思地摸着脑袋，好像我就是传说中的勇者。顿时安妮全都明白了，在500年前，勇者和女魔王为了争夺世界第一，就开始爆发了战斗。在历经1个月的战斗过程中，两人陷入爱河，于是你们就放弃了最强之名，从此隐居起来了吗？过上了男耕女织幸福的生活了吗？女魔王没有反驳，看着乐平，然后说道：“差不多吧。”而听到了安妮的话之后，我却吓了一跳。这虽然我是想吃上软饭的，但是你也不能点出来啊！万一他不喜欢，那我岂不是朋友都没得做了？女魔王看着乐平的表现，顿时不悦，然后看向安妮：“你可真是丢我们魔族人的脸呀！”安妮静静低下头，也没有解释。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伊丽莎白：“安妮也是魔族人吗？”大概是在600年前，当时魔族里面出现了一个吉姆的小孩，他觉醒了一种可怕的能力，在使用魔力的时候，眼睛会发出红色的光芒，战斗力就会大幅度增加。不过在增加战斗力的时候，也会变得狂暴不已，只有不断的杀戮才会让他满足。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将本王北地的领地杀得乱成了一片，100余精锐全部死在了他的手上。当时我在处理其他战场的事情，就没有理他。结果后来杀戮让他的野心爆发，
居然直接来到了魔王城来挑战本王。当然，我只是一击就将他打败，并且封印了他残忍的一面。在之后，他就立下誓言，世世代代都要效忠于我。听完，安妮有些慌张，女魔王说的一切她都是第一次听说，双手不停地开始颤抖起来。自从我记事的时候，我都是生活在教堂的孤儿院的，修女姐姐和弟弟妹妹就是我的家人。女魔王可是看过安妮的记忆的，直接开口打断：你们孤儿院所有的人可都是你亲手杀死的？你接受不了现实，才幻想出等着修女回来。顿时，安妮惊恐万分，可我却有些疑惑。我们在集市的时候，不是看到了安妮的弟弟妹妹吗？为了让乐平明白，女魔王宠溺地打开了一个传送之门。随着魔法的发动，在传送门内看到了一个个倒在地上的玩偶。而在安妮的眼中，此时她的弟弟妹妹却在喊着她的名字，让她赶快回家一起玩耍。下一刻，女魔王收起魔法，玩偶像是失去了生命，跌落在了地上。安妮，你明白了吗？你将大部分的魔力灌入到了玩偶的体内，让他们来模仿你的弟弟妹妹，这就导致了你一直停留在模式阶段。见此，我才惊出一身冷汗。而女魔王依旧毫不客气地拆穿着安妮的真面目。别再逃避了，为了从黑暗使徒手中保护你的亲人觉醒的能力，却又因为血脉觉醒暴走杀死了最亲的人，这就是你一直逃避的原因吗？安妮捂住脑袋，此时她不想再听女魔王一句话，不停地挣扎着。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刹那间，无穷的魔力在安妮身上爆发，一股头痛欲裂的疼痛让她忍不住开始嘶吼了起来。伊丽莎白翘指微微抬起，下一刻化为一个巨大的魔爪，弹在了安妮的头上。安妮直接失去意识，陷入了昏迷。我连忙接住，此时看着我，女魔王有些无奈。我知道你想帮助她，但是我也得提醒你一下，现在我只是让她暂时昏迷了而已。如果她还不能控制自己的力量的话，终有一天她回到了那个城镇，会因为她而陷入生灵涂炭的境界。此时的女魔王只想和乐平一起，不想有人打扰，就要将安妮消灭。好在乐平看到她那悲惨的童年，生出了恻隐之心。此时的安妮渐渐苏醒了起来，一醒来就看到了乐平正在旁边守护着她。乐平哥哥，是你送我回来的吗？乐平哥哥，我终于全部都记起来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修女姐姐，这一切都是我才是那个真正的杀人狂。乐平温柔地看着安妮，安妮妹妹，你说错了，你是为了保护弟弟妹妹，可不是什么杀人狂。此时的安妮已经止不住地哭泣了，每次想到那一天，她的心都痛彻心扉。是我，都怪我暴走后失去意识，但是那还是我没办法逃避，也没办法原谅自己。乐平不再看着安妮那痛苦的脸，转而将目光对准手中的玩偶。其实没有你，你的弟弟妹妹还是会死亡的，那个黑暗公会才是罪魁祸首。血脉觉醒导致你意识失去，并不是你的本意。你若是走不出来，将自己关闭在漆黑之中，光明又怎么会照射到你身上？可无论乐平说什么，安妮的内心始终都无法原谅自己。诚然，确实乐平说的有道理，但是她始终原谅不了自己。乐平将安妮做的玩偶放在了安妮的面前，这是你做的玩偶吧？你的手艺很不错，在细节的处理上，你为了棉花疏漏，所以打了很多死结。虽然你可以锁定，但是这样却会让布偶无法转动，失去灵魂。说着，乐平将关节处的死结给解开了，随即就分为了一个个的碎片。见此一幕，安妮瞳孔睁大，你把我的弟弟妹妹……顿时安妮陷入了癫狂，该死的！眼中黑色再次浮现，血脉的力量即将让她再次陷入癫狂。乐平此时静静地说道：人别在树下徘徊，别在雨中沉思，还有就是别在黑暗中落泪。在安妮此刻的内心中，此时的她躺在水泊当中，无数的雨滴落下砸在了脸上，一种空寂痛苦悲凉袭来。安妮徘徊四周看去，我这是在哪里？忽然天空中一个带光明的手浮现，拨开了黑色的乌云，空中响彻了乐平的声音：人得向前看，不要回头，只要你勇于面对，抬起头来，就会发现此刻的阴霾不过是短暂的雨季。阳光刺的安妮睁不开眼，只觉得温暖席卷了全身。安妮，你还得向前看，这片天还有一处明亮，就不会让人感到徘徊与彷徨。安妮在乐平那巨大的手掌中一步步的来到了天边，下一刻忽然苏醒，刚才那是我的内心世界吗？此时乐平也将玩偶重组了起来，这是我给你新做的布偶，它的名字叫做拉斐尔。玩偶就像是有生命一般出现在安妮的面前，天使布偶拉斐尔，治愈你一切的痛苦，我也希望它能给你带来治愈。下一刻，乐平将玩偶递给了安妮，刚一接触，安妮就明白了，不会错的，就是他们，就是我的弟弟妹妹们。下一刻，弟弟妹妹的灵魂出现，姐姐，我们自由了，你不要再担心我们，要替我们好好活下去了，最爱你了，安妮姐姐。下一刻，虚影消失在了眼前。此时的安妮嚎啕大哭起来，她终于知道了布偶打开死结的意义了，打开死结才会迎来新生。弟弟妹妹，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的。乐平摸着安妮的脑袋，不要哭了，安妮，活着才能带着失去人的心享受美好。曾经爱慕女魔王的人类，为了将她复活，此时已经苟延残喘了500年了，而女魔王却派着她的坐骑，想要将这个邪恶的协会给消灭掉。艾米莉亚经过长途跋涉，也来到了恐怖的魔域，望着眼前的一切，艾米莉亚四处飞舞着，寻找着入口。站在高山之巅上，一下就发现了不对劲，只见下方无数的恶魔袭来，可艾米莉亚丝毫不惧，对于她而言，眼前的怪物不过是蝼蚁一般，谁会没事踩一脚蚂蚁啊？周围迫于她的威压，也一时间不敢动。
忽然一个怪物发动起了攻击，原来是黑暗公会的五星魔宗。此时黑暗公会内部也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众人齐聚一堂。只见上方一个老人开口道：“有厉害的人物上门了。本来我还在为缺少的素材烦恼，没想到这就送上门来了。”此时场外的五星魔王已经变成了废墟，见情况不妙，众多鬼怪一溜风就想逃跑了，却被艾米莉亚一掌捏死。见逃跑也是死，众多怪物一同发起了攻击，不过却是毫无作用。此时的战斗就宛若是在一群蚂蚁在围攻大象一般。艾米莉亚只是召唤出虚影，发出怒吼，众多鬼怪就消失殆尽，还真是无趣啊！在击破黑暗公会的建筑之后，艾米莉亚缓缓出现。维斯，我找到你了！望着高台上的人，维斯，现在你可真丑。此时的维斯全身插满了管道，一副垂垂老矣的模样。艾米莉亚大人，好久不见了呀！话音刚落，忽然下一刻，眼前的人直接被砸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艾米莉亚伸着懒腰，淡淡的说着：“还真是不堪一击啊！”不过她也知道他并没有死去。果不其然，男人的身体开始在逐渐复原。没想到啊，沉睡的艾米莉亚大人居然醒了。难道说是你找到了伊丽莎白主人了吗？艾米莉亚没有隐瞒，在她愣神之际，忽然脚下钻出一个触手，直接将艾米莉亚捆绑了起来。哈哈哈！就连传说中的黄金龙王都被我困住，只要打败了你，我就是魔物之王了。此时一个五星魔宗出现，现在你是不是感受到了魔力逐渐在消失啊？望着那不断挣扎的魔龙，触手怪发出了冷笑：“别做无谓的挣扎了。”下一刻，艾莉米亚就像是在嗦粉一般，直接将触手怪的身体吸收到了肚子里面。堂堂五星魔宗，没想到就这么被消灭了。紧接着又是一个宝格就将另一个三星魔宗消灭了，其他人也毫无意外，都是不是艾米莉亚的一合之敌。缓缓地走到了维斯身前：“维斯，现在的你甚至都不配做我的对手。恭喜艾米莉亚大人成功进阶到魔王阶段了，真是羡慕你啊！500年前你是这样，500年后我却变成了垂垂老人，现在只能苟延残喘。少废话吧，维斯，我和你还算有点交情。你打着主人的名义四处残害其他宗族，你自裁吧。”听着对方那不屑的话，老者呵呵一笑：“我确实打不过你，不过若是加上他的话，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见一个女人缓缓出现，正是女魔王的身影。“你这个混蛋，你究竟做了什么？”心想要种田要女魔王怀娃的勇者，此时心中出现了一阵阵涟漪。在送走安妮和艾米莉亚1个月后，乐平做什么事都是魂不守舍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充满了不舍。来到这个世界1年有余，每日的种田给他带来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这也是前世作为社畜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可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怀疑自己。在见到精灵父女俩的时候，他们就被恶魔协会所追杀，再到和人马去进行宝藏探秘，解救了安妮妹妹之后，乐平发现这个勇者世界开始变得崩坏了起来，似乎是自从他的到来，导致了这个世界开始变得更加糟糕了。乐平就连给女魔王做食物的时候，也都魂不守舍起来。望着乐平的样子，女魔王眉头一皱，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男人也和我一样，总有那么几天吗？可这家伙都1个月这样了。在一天夜晚，乐平终于忍不住了，在第2天早上做好美美的早餐之后，就和女魔王说了起来：“伊丽莎白，你知道我是对你没有威胁的，这么久的相处，你也明白勇者和魔王是能共存的，所以是时候你该离开我，重新去统治世界了。这500年，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不堪了。”女魔王嗦着面条，十分无语，疑惑地看着乐平。本来我是以为我躲在新手村平静的生活，没想到却让系统说对了，勇者和魔王的相遇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你却因为困在我这里，导致外面的世界已经过了500年，造成了现在的混乱场景。而这段时间我们经历的事情，无论是安妮是博士大叔，都只是这个世界的缩影罢了。你应该站出来了。伊丽莎白却是有些疑惑，你管他们乱不乱干啥，又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这些都是人性欲望，只是由我在他们的想法被抑制了而已。乐平还是继续劝说着，这段时间来，我确实是非常的纠结，一方面我看到外面遭受的悲惨我忍受不了，另一方面就是每当我内心一想到要离开你，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的不舍，就像是内心遭受重创一般。但是若是真因为你在我这，导致外面世界的人遭受痛苦，这是我不愿的。女魔王吃着东西，其他的话啥也没听进去，就听到了他说非常舍不得他。你刚才说舍不得我？是的，但是还是务必请你再次统治这个世界。我虽然是一个不称职的勇者，但是我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女魔王放下碗筷，叹了一口气说道：“说到底而已，你不过就是想要解决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而已，小问题。”乐平强颜欢笑着：“那你是答应了吗？我现在就帮你收拾行李。”并不是，本王早就对外面世界没有兴趣了。既然你想要解决外面的事情，我有2个办法。2个？乐平一愣。第一个就是我去释放几个灭世魔法，既然他们都那么痛苦了，我就送他们去极乐世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你看如何？达咩呀，那好。第2就是我找个合适的人来统治这个世界，我在一旁辅导。我此时有些疑惑了，谁又有这个能力能震慑住那些蠢蠢欲动之人？女魔王十分无语，你还在明知故问啊？除了你以外还能有谁？你是要我来统治这个世界？此时的乐平十分无语，我不是在劝伊丽莎白吗？怎么变成让我统一世界了？在伊丽莎白不断的恐吓式的训练下，没办法从心的乐平只好一遍又一遍的挥舞着手中的剑。女魔王此时美滋滋的喝着乐平的饮料，心中只想发笑。小乐平居然还给我玩欲擒故纵的戏码，你还太嫩了点。
女魔王躺在摇椅上，享受着阳光带来的温暖，心中默默想到：虽然乐平是要比本王强那么一点点，但是终究而言，你还是太年轻了。想要跟本王做心理博弈，你还不是我对手。要知道，本王可是称霸统治了数百年，帝王心术熟练运用了。早上你犹犹豫豫说要本王离开的时候，确实是还有些莫名的不悦。不过你还是说漏嘴了，你说没了本王你彻底活不下去，你舍不得我。此时我就真的把你给看穿了。在勇者大陆上，你明明知道，若是以我们的实力，想要毁灭或者是统治这个世界，都不过是一念之间罢了。统治根本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最合适的就是放任其不管，任由世界的发展，让我们闲暇时候去观察人间百态，用来取乐。至于你说的那什么黑暗公会，估计已经让艾米莉亚早就连根拔起了吧。世界不就是在你我手中之间的玩物吗？这几天你的魂不守舍，还有今天早上一早就要拉本王说要去统治世界，其实根本而言，就是你想找个借口引起本王注意吧。很明显，小子你惨了，你坠入爱河了。这一年的相处，你是不是已经喜欢上本王了？望着还在努力挥剑的乐平，此时的伊丽莎白内心越发的肯定了起来。这个家伙明明就是站在实力的顶端之上，却每天还享受着我敲打的快乐，这难道还不是一种爱我的体现吗？真是有够恶趣味的。不过虽然本王对你这种要谈恋爱的无聊行为不感兴趣，但是拥有最强创造之力的你，可掌握最顶尖剑术与魔法的我，生成的孩子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若是培育出了最强之子，说不定真的能打破位面的限制。不过想要本王和你生孩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先让你去练习一下最不擅长的剑术吧，就当做是未来的胎教。乐平听到不远处伊丽莎白那癫狂的笑声，顿时有些惊恐了起来。这丫头到底是在发什么疯呀？还有，她真的是打算教我剑与魔法，然后打败那个黑暗公会吗？不会吧，我不会死在外面了吧？随着乐平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圣剑，忽然圣剑发生了爆炸，下一刻圣剑消失，出现了一个少年。此时乐平呆愣住了，我那么大把砍柴剑怎么不见了？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小孩子？这是剑与魔法的世界，不是臆想的精神病世界吧？林渊医生，快来带走我，我好像犯病了。见到乐平喊他为小孩，顿时阿尔法就发怒了，我可是剑灵本尊，你给我尊重点。此时女魔王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上前询问的信息，望着那不谙世事的双眼，阿尔法怒了，你还问怎么了？你就是罪魁祸首魔王伊丽莎白。猛然间，阿尔法就冲向了女魔王，就要发动攻击，你给我受死吧！可下一刻直接就被击飞开来，只见女魔王一个飞踢就将圣剑的剑灵击败，然后揣着手，一副惬意的模样，好像刚才只是随手一击，是那么云淡风轻。给我好好跪着说话，年轻人得学会跪下才会学会坐下。此时的女魔王敲着二郎腿，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像是小学生一般，坐得板板正正的。乐平天然熟的打着招呼，不好意思兄弟，用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你是有意识的。你当然不知道，本来我就是在勇者讨伐魔王的关键时候出场的，结果你一个好好的勇者不用我来打乱，却是每天都拿本大爷来劈柴。上个月你居然还用我来开路，让我砍到大路，你真是该死啊！乐平一个手就将其制止了，还叫其冷静。该死的，都怪你随便乱改剧本。我本是世界孕育而生的天道法器，结果却沦为了砍柴刀，你根本就不配做勇者。听到此，女魔王前来护肤，你很想斩杀本王是吧？瞬间剑灵阿尔法一下就乖巧了起来。不是的啦，都是这个世界瞎设定。理论来说，伊丽莎白大人才是我救命恩人，毕竟可是你将我拔出来的。那好，既然你不砍我，我又是你的恩人，那么你就去帮乐平来统治这个世界吧。顿时剑灵愣住了，统治世界不是魔王才应该做的吗？难道说你想让他变成魔王，你来当勇者？乖乖，玩得挺花的呀。望着乐平和女魔王这对夫妻，你俩到底要玩啥呀？角色扮演、角色互换，还是攻守互换？没听懂剑灵话的乐平此时下定决心一般的说道，我要承担传说中勇者的职责，修炼一下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剑灵顿时无语，就你还要修炼呀？随便挥舞了几下的经验值就将我唤醒了。按照世界规则，应该是和女魔王狗脑子都要打出来的时候，经验才会勉强足够，然后才能唤醒我的呀。你就不知道你的实力有多强吗？望着那一脸无知的乐平，阿尔法无语极了，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呀？你明明就已经话还没说出口，直接就被女魔王给封口了。随即就给乐平说了一声，我要和这个小子单独说一声，不顾对方是否愿意，直接就将剑灵给领走了。在女魔王一系列的威胁下，外加一点点的拳打脚踢，才让阿尔法明白了世界的险恶。这俩变态夫妻玩的不是一般的花，这两人还有游戏设定和剧情的呀，明明强的要死，还装弱，还要我不要透露乐平的实力，真是该死啊！乐平大哥，你就是我爹，我听爹的话，就辅佐你统一世界，我来当太子。好了，既然你们俩都没有意见，那么乐平我只允许你透露剑术，开始到外面冒险了。此时的一行人终于走出了新手村，在一个塔塔诺镇上，不同种族都展示着各自的魅力与精彩。乐平和女魔王携手儿子剑灵在小镇上观赏着。此时女魔王下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打探情报。其实要不是配合乐平那恶趣味的游戏，哪还要什么情报了？不过嘛，这样好像还挺有趣的。乐平看着伊丽莎白疑惑地说道，看来统治世界第一步就是情报收集吗？剑灵阿尔法十分无语，你们小两口玩的花呀，还要让我陪你们浪费时间。伊丽莎白恼羞成怒，转过头看着剑灵，再避避，信不信本王把你掰成两段？吓得剑灵连
连忙喊乐平爹，企图唤醒女魔王的母爱。下一刻剑灵消失，直接变化为了圣剑，在他的身上也掉落了一个路上接过来的海报。乐平捡了起来，蹲在地上看了起来。映入眼帘的就是工会大赛，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伊丽莎白，你快看，还有节目雷！你知道这个工会大赛是什么吗？女魔王一副兴致缺缺的说道：“无非就是工会派来代表战斗的擂台赛罢了。”此时随着锣鼓的响起，顿时这个街道都热闹起来。工会大赛选手入场了，有比赛的地方就有输赢，而输赢则是给某些人带来利益。此时众人都在给自己心仪的工会下注。乐平一把拉住女魔王的手：“伊丽莎白，我们也去看看吧。”伊丽莎白没有反抗，就任由乐平一路拉着她到了一个广场前面，可刚一到就被拦了下来。我的魔法验票器检测不到你们身上的门票印记。此时一向耸冠的乐平站了出来：“伊丽莎白，你交给我吧。”说着就拿出了小金库，宣传单上说的门票10金币，我现在可以买票了吧？牛头人手中拿着门票就是不给乐平，现在晚了，剩下的票都被我垄断了，你要的话就要200金币了。乐平十分无语，有没有搞错了呀？异世界也有黄牛票的呀！别说，还真是一头牛啊！就在乐平吃瘪的时候，女魔王手指微微一动，顿时牛头人就被女魔王给控制了。下一刻，原本还凶神恶煞的牛头，此刻已经变成了沸羊羊。哥，这是 VIP 房间的门票，请你们务必收下，能为你们服务是我的荣幸。前后巨大的反差让乐平一愣，不过转念一想，肯定是伊丽莎白。此时伊丽莎白转身潇洒地走到了最前面，在众人的恭迎下，两人缓缓走进了房间。看着周围豪华的装饰，乐平发出感叹，不愧是 VIP 房间啊。而在暗处，一行人早就注视到乐平等人的行踪，能进入到 VIP 观影区的人都不是普通的选手，而周围早就有人坐着等待着比赛的开始，其中就有咒术文豪泰戈尔、名鼎铸造师布莱恩、菊之剑露娜、紫之剑安娜，他们所属剑圣公会的。此时安娜望着乐平两人：“露娜，你快看，邀请名单上有这2个人吗？”坐在观众席上的乐平有些紧张，双手抓在膝盖上，不知道是第一次看比赛，还是想牵着女魔王的手，却有着几分的怯懦。良久，活动正式开始。此时一个骑着小鸡的哥布林出现，虽然我是哥布林，但是我从来没有女骑士，我就是哥布林主持人喵喵。现在比赛已经进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即将进入决赛。最后到达决赛的4个选手分别是剑圣公会的天才剑客，冷漠高颜值的剑客卿，还有来自巨熊公会的猛将，半夜吓哭小朋友的高拉，来自精灵公会的花美男，就算是男人也不是不可以哦的特拉维，最后就是剑圣公会的特邀嘉宾，卡牌公会的神秘人一。公会大赛的冠军，最后谁人能得到勒？比赛正式开始，女魔王驯服的第1场即将开始。就在女魔王要教乐平统治勇者大陆的时候，此时两人来到了一个竞技场，在竞技场当中，4人的大混战开始。面对着呆头的熊大，精灵美少男目光一凝，这个家伙不足为虑，不过是一个4肢发达之人，而这个卡牌公会也才成立没有多久，不过是一个绑上了剑圣公会的2流公会，相比也没有什么实力。那么我唯一的敌人就是剑圣公会的青之剑。不过还没等精灵思考，蛮牛熊大就开始发动起了攻击，还真是野蛮人啊！随即满弓搭箭，直接一弓就对着3人射去。卡牌公会的悄然躲避，蛮牛也是一把抓住剑柄将其折断，可植物箭头掉在地上，忽然猛然间开始成长，化为一个个巨大的藤蔓，正在疯狂的摇曳着。众人一下就被植物所铸造的牢笼所囚禁着。此时精灵大放厥词的说道：“野兽就是用来关闭的，不过蛮牛确实丝毫不怕，就凭借你这几根烂木条还想困住我？”下一刻释放出蛮牛冲撞，试图直接，可不料想却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撕裂，反而却被捆绑在了藤蔓之上，感受到身体内魔力的消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笨蛋，这可是泡泡树根，一旦被冲击到了就会收缩蛮力，是撕扯不烂的。而另外一旁的剑圣卿却拔出了长剑，眨眼间牢笼就被摧毁掉。而卡牌公会的却丝毫没有动作，轻的动作也让精灵心惊，这家伙的斩击速度这么快吗？还没等斩断的藤蔓有所反应，轻就走出了植物牢笼当中，嘴里淡然的说道：“非常抱歉，将你的植物给斩杀了。”精灵顿时癫狂的乐了起来：“没事的，就用你的命来偿还吧。”精灵再次挽弓，将箭头指向剑士卿，下一刻箭矢犹如狂乱飞舞的蝴蝶一般朝着他攻击而来。面对着如此凌厉的攻击，此时卿却闭上了眼睛，双手搭在剑上，下一刻猛然间睁开双眼，挥舞的手中剑，剑气犹如青鸟一般骤然攻击，将剑全部弹开。下一刻，精灵原本搭弓的手臂就分了架，只留下满是惊恐的精灵。这怎么可能？他是怎么做到的？望着失去战斗力的精灵，轻举着剑走了过来：“你已经输了。”不过望着指向眉间的剑人，精灵阴翳着双眼，轻不得不说：“你是一个天才，不过别忘了，我也是精灵公会中的天才。”就在此时，原本箭矢射出时候产生的蝴蝶落在了轻的剑刃之上，轻才反应过来，怎么会有如此多实质性的蝴蝶？这难道不是装逼用的特效吗？下一刻，蝴蝶在轻的周围猛然间爆炸，巨大的爆炸直接将剑士手中的剑都弹飞了，而爆炸中心的轻直接被击飞数十米才堪堪停下。烟雾散去之后，才发现此时的他已经浑身是伤。没想到卡牌公会的参赛代表居然是伊利弗。就在精灵男运用植物蝴蝶击飞剑圣之后，就召唤出来了治疗百合，瞬间被砍掉的手臂就开始恢复起来。就在其洋洋得意的时候，忽然背后一个巨手袭来，直接就被砸成了肉泥。牛头熊大满脸狰狞的看着剑圣：“还有你给我去死吧！”剑圣望着眼前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诡异气息，不由一凝，全身做出防御状态。
单手召唤被击飞的剑。面对着剑圣，熊大那脑袋里面丝毫没有害怕的想法，急吼吼的发动着攻击。剑圣却华丽的一个闪身，反而在空中就来了一个闪电5连击，直接将熊大这个老实人跪倒在地了。不过熊大的恢复力确实惊人，眨眼间就恢复了。不仅如此，就连剑圣手中的剑都产生了豁口，不等人反应，熊大就再次袭来，想要一力降十会。剑圣来不及闪避，堪堪挡下，直接就被击飞数十米之远，而手中的剑也彻底报废了。现在战斗开始一边倒的偏向熊大，而失去武器的剑圣只能腾挪闪避。而此时我开始和伊丽莎白探讨谁才是真的赢家。伊丽莎白淡淡的瞥了一眼，没有说话。这种场景对她而言没有半点的兴趣，而旁边的两人却是有些惊讶，没想到熊大能一击击毁矮人国锻造的 B 级武器。何时巨熊公会的人这么厉害了？难道又是黑暗公会的人在搞鬼吗？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观众台上，剑圣公会的灰之剑也看出了不对劲，那个人已经开始使图画了，需要我去阻止他吗？剑长老淡淡的声音传来，没事，就这种程度轻能解决的。而此时，原来前剑圣公会成员大叔，此时的卡牌公会的会长已经开始浑身颤抖了起来，只因他看到了坐在前面的女魔王和勇者，这二位为什么会来？此时在他心中已经构思出了两人的对话，要是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期待的话，是不是全部都会死掉啊？一定是这样的。乐平先生是来检查我有没有好好把他的宝物卡牌用在正途上的吧？为了不辜负乐平先生，我创办公会积极斩杀作恶的势力。此时的赛场上，两人的战斗还在继续，面对着对方越来越快的攻击，剑圣卿已经到了不得不使用绝招的时候。不过那一招他还没有完全驾驭，要是贸然使用，恐怕不但不能解决掉对方，还是使自己陷入苦境。就在熊大拔出地面，想要释放一个大范围攻击击杀这个该死的虫子的时候，青被逼到了天空之上。他知道他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下一刻青就被地上的巨石裹挟落下了地上。熊大一脸狞笑的看着巨石，敲击了一下说道，没想到吧，你以为我们巨熊公会是专精修肉体强化的吧？实际上我们对土系魔法的研究一点都不比那些高级魔法弱。忽然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只见青色的光芒从石头的内部产生，熊大连忙躲避，可还是晚了一步，手臂直接就被斩断。下一刻无数的剑光产生，巨石直接被碾压成了粉末，一股由魔法产生的剑气诞生。此时的他已经领悟到了心中有剑万物皆是剑，而熊大最烦装的人了，再加上他的手臂被砍，此时他已经愤怒不已了。可还没等他反应，剑刃已经抵到了他的脖子。现在你清醒了吗？主动放弃掉黑暗公会的力量，我可以饶你一命。可他不仅不停，反而将藏在牙齿中的密钥咬破，再次进行魔物化。下一刻剑光闪过，熊大的脑袋就和他的身体分了家。而场上此时已经只剩下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早就被困在牢笼里面的伊利弗。此时面具下的他早已经是惊骇不已了，我真的可以吗？要不还是投降吧。唯一一个拯救世界的女魔王，却为了心爱的勇者放弃世界。为了让世界得到更好的发展，于是伊丽莎白决定让乐平代替她统治世界。而此时他俩正在参观一个公会大赛，此时场上只剩下了两人，一人就是之前乐平帮助过的伊利弗。伊利弗望着剑圣卿，想起了离开乐平之后的生活。那时候爸爸创建了卡牌公会，伊利弗就开始运用卡牌进行修炼，终于从5星魔灵突破到了1星大魔灵。喝着离别时乐平送的麦茶，父女俩的实力都得到了大量的提升。在那一天，父亲从剑圣公会回来，黑暗公会的入侵目前暂时化解了，但是剑圣公会的问题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很多。这次去解决黑暗公会，我都没有见到剑圣本尊。那父亲，要是没有剑圣公会的认可，我们就不能在这片区把乐平先生的卡牌流发扬光大。大叔也微微叹息，虽然没有见到，不过也还有其他的意外收获的。说着，大叔就打开了一个袋子，只见无数的黑暗齿轮从中出现。这是大使徒的黑暗齿轮，这就是爸爸你说的意外收获吗？伊芙丽有些不解，并不是，而是这个剑圣公会给了我们大会比赛的资格，只要伊利弗你参加并且赢得了比赛之后，我们卡牌公会就是一炮而红，到时候肯定有人会加入到我们卡牌公会的。此时伊利弗有些担心，按照我的目前的实力不过只是大魔灵，以往的公会天才至少都是魔宗级，我怕的是到时候不但不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反而丢了我们卡牌流的脸面。望着伊利弗担心的样子，大叔拍了拍少女的肩膀，没事的，自信一点，我们现在可是和以前不一样，到时候爸爸让你带上乐平先生的宝具卡牌，这点魔阶差距根本不算什么。此时赛场上伊利弗想起之前父亲的交代，有些愣神。虽然他带上了乐平先生的宝具卡牌，但是目前以他的实力而言，只能使用1次6以下的召唤，其他复制的卡牌虽然能用，不过威力根本不能同等而语。不过为了去宣传乐平先生的卡牌流，我可是不能退缩的。正如之前乐平先生说的，决心才是最强的，只要我坚定决心。下一刻卡牌弹出，无数的卡牌犹如利刃一般，直接将牢笼给切碎。伊利弗缓缓地走了出来，带着无比坚信的信念，身体周围布满了浮动的卡牌，和剑圣轻摇相互视着。望着颇有气势的伊利弗，轻冷声说道，虽然你隐藏实力最后才出手，计谋不错，但是现在你的绝对不是我的对手，你还是认输吧。
话，而等待他回应是一连串凌冽的攻击。此时台上的矮人锻造大师也是一愣，这是属于什么武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伊利弗将悬浮在空中的卡牌收回，手中的牌像是一个个精灵一般听从指挥，下一刻犹如飞刀爆射而出，轻挥舞着剑气轻松弹开卡牌，下一刻猛然出现在伊利弗面前。抱歉了，我是不会给你机会。于是同时伊利弗召唤出卡牌出现在脚下，瞬间就出现在了半空，堪堪躲过了攻击，而伊利弗也没有犹豫再次发动攻击，不过丝毫没有作用，卡牌直接就被氢给封印起来。不过旋转起来的卡牌也在逐渐消磨氢的魔力，手中的魔力构成的剑气都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氢心中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不然说不定真的会被耗死，冷声说道：“我要开始认真了，你做好被杀死的觉悟了吗？”而伊利弗此时也抽到了威力最强的黑桃，伊利弗也开始发动了召唤，无数的卡牌开始汇聚，变成了一条巨大的龙形生物。曾经被乐平救赎的少女，此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为了让乐平赐予的卡牌发扬光大，此时的她正在赛场上进行激烈的战斗。为了战胜氢，她使用出了目前最为黑桃龙派。此时卡牌裹挟着无穷的威能向着氢袭击而去，见此一幕的乐平顿时乐，没想到这里也有知道用扑克牌战斗的，而伊丽莎白却是流着汗水，她一眼就看出来了面具下的脸是伊利弗，只有这个傻乎乎的傻瓜不知道，此时卡牌巨龙已经来到了氢的面前，氢目光微明，现在的他也不再留手，将剑气释放到了最大，顿时爆发出了无穷的威力，将原本禁锢他的卡牌一下就弹飞，连续挥舞了数十下，剑气犹如青鸟一般迎击着巨龙，两个实质性的战斗怪物逐渐靠近，下一刻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卡牌和青鸟都消散开来。此时的伊利弗已经全身布满灰尘了，没办法，毕竟他的实力只有3星大魔力，就算是用了乐平先生的复制的卡牌进行战斗，但是差一点，要是使用宝具卡牌的，又担心将对方给直接杀死了。青快速闪身来到了伊利弗的面前，丝毫没有犹豫，对着面具人迎头就是猛砍。当周围的烟雾散去之后，伊利弗已经跪倒在了地上，青冷冷地说道：“已经结束了。”伊利弗脸上的面具已经损坏了一半，是的，已经结束了。此时的伊利弗已经不想再战斗下去了，如今已经打响了名声，也算是将卡牌一流的名声给打出去了，再战斗下去也无外乎是增加伤亡而已。忽然在青的背后出现了一个黑影，就在青感受到危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一个黑色的利爪已经刺破了他的皮肤，瞬间他的眼睛就开始变得漆黑起来。面对着如此场景，伊利弗有些发愣，这到底是什么呀？只见刚才被斩杀的熊大的头颅出现在了青的旁边，青此时的眼睛已经漆黑一片了，显然是被控制住了。原本已经死亡的熊大已经张大了嘴，开始狂吼了起来，从口中直接就钻出了一个黑暗使徒，下一刻青全身就浮现出黑色的纹路，被控制的青开始挥舞着手中的剑，就像是一个懵懂少年不知道如何使用一般，使徒释放着黑暗力量，不断的轰击着周围的魔法保护罩，吓得周围的观众开始大声叫喊起来，纷纷开始离开，而场上的大佬们丝毫不怕。乐平见此也有些担心，询问着伊丽莎白是否要出手帮忙，不过伊丽莎白可不会帮助潜在的情敌，这只是小场面而已，你可是要来统治世界的存在，怎么会因为这点事情就慌张？我们静观其变就好了。乐平听此也没再说话，而场上伊利弗的老爸看着乐平都没有动作，也就明白了他们这是对伊利弗的考验，看他有没有能力解决掉使徒，还在心中默默为伊利弗加油，一定要好好表现啊，一定要让乐平还有魔王大人满意啊。与此同时，赛场上的使徒控制住青，伊利弗也明白了这是黑暗公会在捣鼓，伊利弗直接祭出了乐平给的宝具卡牌，既然对方是黑暗公会的人，那么他也没有必要留手了。望着忽然爆发的伊利弗，远处的使徒开始害怕起来，明明之前只是一个弱鸡的他，如今已经有着威胁到他生命的实力了，没有犹豫，直接就发动着攻击，想要在他实力没有达到最顶端的时候除掉他。爆炸声响袭来，可伊利弗的眼前却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防御身影，炸！神圣守卫。曾经被乐平救赎的少女，此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为了让乐平赐予的卡牌发扬光大，此时的他正在赛场上进行激烈的战斗，面对着被黑暗使徒控制的青，没有丝毫的犹豫就使用了宝具卡牌。而此时的乐平这才发现了不对劲，怎么看都有一股熟悉的感觉，就连矮人长老都震惊了起来。这召唤出来的幻灵，可是那部文献中的神圣13斗士之一吗？剑圣公会会长也问着大叔，是不是他之前击败6主魔的那个招式？此时大叔也不由为女儿捏一把汗，祈祷着女儿的胜利。伊利弗现在丝毫没有留手，不断的释放着卡牌，不过却被使徒控制的青给一一躲避。可就当他躲开，卡牌击打在地上却激起巨大的尘埃，吓了使徒一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普通一击的威力都这么大呀？见此一幕，使徒直接控制着青的身体就要逃跑，毕竟现在他还不熟悉这具身体，一个剑是最强大的就是他的剑，没有了剑威力就少了一半。忽然天空一个巨手落下，直接就将要逃跑的青给击落。此时的青就像是羽毛球一般，不停的被拍打着，空中不断的传来了使徒的惨叫声。而最让使徒害怕的是，现在的他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了，没办法，只能耗费本源使用出最强的一击了。猛然间抽回触手，在半空中使用出乱舞太刀，此时无穷的魔力犹如利刃一般，凌乱的向着四周爆射而去。可忽然就发现了不对劲，人翼魔被控制在了一个透明的空间当中，拉远一看，竟然是在刚才那个幻灵的身体里面，吓得使徒瞬间六神无主。两个幻灵使用者自己能力，将其牢牢地锁定在神圣方阵当中。伊利弗直接下达命令让其推进，试图直接将其碾压。此时的空间逐渐被压缩，使徒丝毫没办法移动，
在空间不断的缩小下，使徒直接就从青的身体内剥离出来，最后坍缩为一个黑暗齿轮。而青在失去了控制之后，也落在了地上。望着青那猪头一般的脸庞，伊利弗有些不好意思，而大叔则是默默地注视着乐平和女魔王的动静，想要知道他们是否满意。此时的乐平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场上的人是伊利弗，难怪是有点熟悉的感觉。望着乐平那开心样子，顿时女魔王就不开心了，都怪他们不好好隐藏自己的身份，导致被乐平发现了。看到女魔王的样子，大叔差点尿都出来了，不停地道歉着，打扰了两位的雅兴。乐平听到了后面的声音，回头看去，这才发现了是博斯大叔，连忙起身打起招呼。我就说为何伊利弗在这里，原来大叔你也在这里啊，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了。低着头的大叔顿时不淡定了，好多问题，难道是对我们的排技不满意吗？而剑圣会长见到博斯的样子，满心的疑惑，这两人究竟是谁？为何会让如今的博斯这么的看重？为了让乐平大人的卡牌发扬光大，在伊利弗释放出卡牌奥义，终于战胜了被黑暗齿轮控制的青。战斗结束之后，此时的众人来到了圆桌，展开了会谈。不明就里的乐平还在抱怨，本来好好的两人世界被人打扰了。此时赢得比赛的卡牌大叔正在和剑长老两个进行商业互吹，不过很快就想起了旁边的两个大佬就要进行介绍。正当他要说出两人的来历的时候，女魔王轻挑着眉毛，血红的眼眸中流露出了一丝不悦，立刻就吓得父女俩言意巨变，吓得大喊着不能说。而这一幕也让剑长老心中一凛，淡淡的询问起来。此时的卡牌大叔浑身像是被汗水湿透了，张口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脖子上却显现出了魔王的铭文。而我也心有体会，想来是卡牌大叔是害怕暴露出伊丽莎白的身份害怕吧，于是就询问起伊丽莎白，要不我就叫你小白吧，这样有助于隐藏你的身份。女魔王心中不悦，小白，这像是喊宠物一样的叫法，也就是你。见到卡牌父女俩不敢说话，于是我打破了沉默，开始介绍起了伊丽莎白。不过还是老套路，就说她是南部国家的一个小公主，而我则是她的生活大臣。话音刚落，就让剑士心中泛起了嘀咕，我就是南部王国的，怎么就没有听说一个小白公主？见到众人狐疑，卡牌大叔拼命的奉承着，还说出了自己的卡牌术法就是乐平先生教导的。而乐平见此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就是和他斗了一晚上地主，我都不知道原来卡牌能这么玩。此时犹豫了半晌的伊利弗吞咽了一下口水后，鼓起勇气终于开口道，乐平先生，那么你都看到我在场上的战斗了吧？你对我的牌技还满意吗？乐平一听就懵了，啥牌技？这都是啥呀？见到我没有说话，以为是我有所不满。于是卡牌大叔也说道，要是伊利弗有什么做得不好的，还请乐平先生不妨直说。这一下就真把我弄无语了，我也就给了你们一副扑克牌，没想到你们居然完成了这样。看到我低头低语，顿时卡牌大叔慌了，瞬间自曝说出了自己自以为是铸建了工会，还拓印了卡牌。而伊利弗也看着自己的双手，在工会比拼的时候，他明明已经很努力了，还是得不到大人的认可吗？眼见两个脑补怪已经陷入深深的自责的时候，顿时话锋一变，乐平一脸兴奋地说道，这有什么抱歉的？你们这样玩的话，应该会有更多人喜欢参与的吧？忽然的转变让两人由忧到喜，而我却只能转过头默默哭泣。为啥魔法世界我不能使用魔法呀？我的一个普通卡牌都能被他们玩出一朵花了。此时角落中男人望着伊利弗那滔天的魔力和我丝毫一点都没有的气息，感觉到了越发的有意思了。一个随随便便就散发出死亡一般强大的魔力，而一个则是随便就压制住了一丁点都没有泄露。而也就那一眼被察觉，女魔王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吓得男人冷汗直冒，感觉到了有无穷的压力袭来。此时忽然女魔王开口道，乐平，本王现在想要杀一个人。话音刚落，我冷汗就掉了下来，连忙打开背包掏出布丁，试图用美食来阻止杀戮。果然小贪吃鬼一看到布丁就眼冒金星，也不再说杀人。此时见长老咳嗽了一声，这才开始了会议的正题。原来这场工会比拼是假，讨论结盟仪式才是真，现在是围剿黑暗工会的最佳时机。说着就让剑士拿出了一个东西，这是从比赛开始对决时就搜集到的黑暗齿轮，加上刚才黑熊那一枚，现在一共30枚了。见此我不由得发出了感叹，黑暗齿轮那是什么东西啊？乐平大人，黑暗齿轮是只要接受了黑暗工会力量就会长出的肉齿轮。不对，在比赛前不都是要经过净化之剑的测试吗？难道是在会场上被污染了吗？之前观察女魔王的眼睛男开口道，检测只能检测出融合度最低的人，其余2种是检测不出的。众所周知，融合度最低的是承受不了黑暗力量反噬的人，最终会变成傀儡一般的黑暗使徒。要是自身能承受部分力量，就会变成今天那样成为一个大使徒；要是全部承受并且能够驾驭，就会获得魔王之力，实力得到跨越般提升，成为黑暗工会的驻魔干部。而勇者大陆的剑圣工会为了解决掉黑暗工会，会长剑圣大人率领众人袭击黑暗工会，可没想到的是剑圣工会内部发生了叛乱，不仅战力损耗严重，更重要的是剑圣本人都不知所踪。而这次工会比拼上更是因为失去了剑圣本人，才导致黑暗工会对其进行袭击。在眼镜男说出一切之后，剑长老也没有办法隐瞒，有些无奈地讲述起了一切。在半年前，剑圣就消失在了山丘巨谷，捉拿叛逃工会的府长老至今未归。
此时浑身是伤的青野说出了自己了解的情况。不久前他才去过巨谷山脉探寻支援剑圣大人，不过在他赶到的时候，那里早已经没有了半分剑圣大人的踪迹。话音刚落，黄毛丫头就质疑道：“剑圣大人早就踏入了5星魔尊，距离魔王境界也就只差一步了。按理说捉拿一个副长老不是易如反掌吗？为何半年都没有半分的踪迹？”青脸色满是凝重。那一天当他赶到的时候，整个巨谷山脉犹如世界末日一般，满是战斗遗留的沟壑与剑痕，一半的山脉竟然都被削为平地，难以想象当时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怖的战斗。面对着黄毛的质疑，剑长老缓缓开口：“那是因为府长老获得了一柄无上神兵暗黑之斧歹藏，我们只知道那是一把叫做歹藏的神兵，通体漆黑，散发出恐怖的怨念，能让持有者实力大涨，足以弥补与剑圣大人之间的实力差距。”此时一直在喝酒的矮人长老缓缓开口：“之前你们拜托查阅的资料当中，我们锻造过的 S 级武器当中，并没有发现你们描述的那个黑暗之斧，我想那大概率是黑暗公会的杰作。”此时乐平一脸懵逼，这都是啥跟啥呀？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府长老和剑圣了？话说府长老是谁？又为何背叛剑圣公会？望着乐平疑惑的样子，卡牌大叔连忙开始解说：剑圣公会的会长就是剑圣大人，在会长之下有5位长老分领事务指导学员，其中我旁边这个就是剑长老，其余分别是刀枪盾斧4位。而因为府长老背叛公会，导致刀长老和枪长老惨遭杀害，盾长老又因为在黑暗公会的铸魔战斗中牺牲，所以现在剑圣公会中就只剩下我一个老头子了。这次叛乱不仅长老高端人才损失惨重，也导致了很多人叛逃了剑圣公会，其中也包括了我那最为器重的孩子沙吉了。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乐平瞬间反应过来，惊讶的脱口而出：沙吉，难道是那个用剑的人马吗？听到儿子的消息，老者连忙问了起来。乐平心中暗自嘀咕：一个老头怎么生出了一个人马？难道……不过这时候不是没有想这些有的没得的时候。乐平满脸凝重，还是说出了人马已经死了。而老头在得知自己儿子的死亡之后，却大呼死得好，只因他的儿子背叛了他们剑圣公会。作为公会中的长老，此时想要参与议会的人，共同来讨伐黑暗公会。不过此时眼镜男却开始发难道，语气中充斥着轻蔑。正如剑长老而言，此时会长失踪，5大长老也只剩下你一个。就凭借我们也很难摧毁黑暗公会吧。此时剑长老看着卡牌大叔，眼神中蕴含着哀求，看得卡牌大叔菊花一痒。剑长老直接给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直接让曾经是剑圣公会的大叔成为公会的副会长，而他的女儿也会成为一个新的长老。伊利弗有些担忧地看着父亲，不仅如此，只要卡牌大叔同意了之后，就连唯一的剑长老也会听从他的命令。旁边的剑士也应和起来，毕竟剑圣公会名声远远超过卡牌公会，直接成为卡牌公会的副会长也比他新建立的公会成长为剑圣公会这样的庞然大物要简单很多。虽然大叔很心动，但还是有着几分的胆怯地问着乐平，询问起了他的意见。毕竟通过剑圣公会的名声，或许能更快地将卡牌给宣传出去。乐平有些懵逼地看着大叔，他也搞不懂，明明是他们这些大人物的事情，为何会来询问他？思索片刻后回复道：虽然进入一个大公司当高管是要比辛苦创业要简单很多，但是若是有野心的话，高管还是会跳出来创业的。乐平的话音一落，卡牌大叔脸色瞬间变化，这哪是没有什么意见啊，这简直是在点我呀！可要是直接拒绝的话，剑长老这个人我知道为人非常小气，要是不给面子，恐怕会直接得罪整个剑圣公会。见到卡牌大叔有些犹豫，剑长老再次开始询问了起来。下一刻，卡牌大叔直接拍而起，用着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我建立自己的公会并不是想要追求名利，而是一心想要把卡牌流发扬光大而已。乐平先生，你看，我博斯的意志是很坚定的。望着那满脸呆滞的少年，剑长老看不出一丝强者气息，口口声声说他的卡牌是眼前这个少年传授的，不过是博斯用来敷衍我的说辞罢了。虽然是拒绝了，但是卡牌大叔还是义正言辞的要全力支持剑圣公会去消灭黑暗公会。看见卡牌大叔不上套，剑长老也没有办法，本来想一石二鸟将卡牌公会吸纳进来，再将他们吃干抹净，让他们成为抵抗黑暗公会主力的，没办法，只能询问起来旁边两人，希望得到矮人族的武器支持，以及泰戈尔这边的咒术铭刻。初步意见达成，2月之后剑圣公会就会集结兵力，开始对黑暗公会进行围剿。也就在此时，乐平开始说话，举手要加入。再看到乐平要加入，剑长老也是一惊，虽然看不懂他的底细，但是就连卡牌大叔对他的崇敬而言，肯定也是一大助力。难道说你也要加入讨伐黑暗公会吗？并不是，我只是想报名学习剑术的。顿时父女俩就疑惑不解了，明明是拥有圣剑的勇者战胜魔王的存在，为何会去向他们学习剑术？这岂不是大师跟着学徒学习？面对着询问，乐平只是略带几分紧张的看着还在吃着布丁的女魔王，顿时两人就明白了，这该死的恶趣味，你们俩到底是在玩什么养成游戏啊？在听说乐平只是想学剑之后，剑长老顿时就失去了兴趣，问着对方的魔力是多少。在我略带尴尬的说出是0的时候，眼中的失望就丝毫不加掩饰，剑士直接就替剑长老拒绝了。毕竟剑长老是教导魔法剑的，必须要有魔力才行。不死心的我询问着有没有不用魔力的普通剑术，当然有，那就是我们会长剑圣大人，不过他失踪了，你要是能找到他的话，或许他会教导你的。乐平一下就明白了，看似指出道路，实则就是拒绝。我这该死的资质只能暗自哭泣。就在眼睛男图穷底线要将皱纹给乐平的时候，此时终于吃完布丁的女魔王怒了，随即一抓捏下
长老旁边的眼镜男就化为了血雾。而与此同时，在一片炙热荒凉的沙漠中，一场大战正在进行着。传说中的剑圣公会会长大人终于登场。只见一袭长发英姿飒爽的女人冷漠地注视着下方，而下方凤梨头男人手持一把魔眼长斧，十分不耐烦对着女子咆哮，只因女人已经追杀了他半年之久。女人丝毫没有废话，手指微微一动，一股凌冽的剑意就在手中蕴含，毫不犹豫的就向你。只见山峦一般的沙堆被分成了两半，溅起尘土飞扬。而如此猛烈的攻击，男人却单手持斧，好似十分轻松一般就抵挡住，运用其劲力一下就将攻击反弹回去。剑圣大人微微侧身躲避，天空中的白云就泾渭分明起来。府长老此时才微微开口：“如今我和傣藏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了，马上就要轮到我来狩猎你了，会长大人。”女人虽然十分愤怒于府长老的背叛，但毕竟曾经是一个公会的成员，还是没有用全力袭击，劝说着对方不要被黑暗力量所控制了，从而失去了自我。话语落下，黑暗力量从斧头上猛然爆发，一股阴冷的声音响彻起来：“就算失去自我又能怎么样？你知道那股力量吗？在体验了那股力量之后，你就会发现，哪怕是没有自我，哪怕是被傣藏大人控制，也是一种荣幸。降临吧，大人！”伴随着声音的落下，府长老的身体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本男性化的身体逐渐开始女性化起来，一股幽怨的气息袭来。几百年了，终于要出来了！胆敢抛弃我，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都是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要找到你！看着如此情节，剑圣大人也终于明白，这个蠢货已经被黑暗齿轮完全控制了。还没等剑圣大人有所反应，怪人单手将黑暗齿轮拔下。下一刻，一个女子的脸庞逐渐浮现。我终于回来了！你这该死的暗影，本剑圣必将你这个怪物毁灭于此。此时女人才有所后悔，当初希望府长老还能有所清醒，所以没有下死手，如今却不想隐藏的暗意直接苏醒。不过也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切了，直接掏出了传说中的超 S 级武器幻影。此时一模一人开始起了对峙。下一刻，剑圣直接出现在了怪人的身后，在怪人惊恐的眼神下，沙漠中瞬间出现了万丈巨坑。女人没有回头，冷冽的声音传来：“既然府长老已经死了，那我也没有必要半分留情了。”就当女人装逼的时候，却没想到手中的剑出现了裂痕，超 S 级的幻影直接在他手中崩坏。怪人冷笑回头，看了一眼肩膀上的伤痕，就这，不过能伤到我，你也值得称赞了。女人眼中满是战意与忌惮，而怪女人眼中却是戏谑一片，甚至开始做起了体操，丝毫没有将女人放在眼里。面对着如此情景，本就是大陆顶尖战力的剑圣愤怒至极，掏出卷轴，召唤出了无数的超 S 级武器。要知道这些武器每一把流露出去都是无敌于世的武器，可在剑圣的卷轴中却是不要钱一般集体而出，随即召唤出扭曲空间，将无数的超 S 级武器融合，幻化为一个无敌的招式，再配合上精灵一族的血残之盾将怪女人包裹。此时所爆发的能量堪比传说中的灭世魔法，只是这样的攻击只能维持1分钟左右。下一刻，剑圣握住手中由猛犸王之骨所创造的武器，轰然击打，一股恐怖的气息诞生，朝着怪女人攻击而去。是一剑就将无数超 S 级武器给劈砍成了两半，而那恐怖的气息转眼就来到了女人的面前。下一刻，在她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幅画面：不行，挡不住，再这样下去会死的。随即就动用了最强的防御，无数的巨剑顿时出现在女人的面前。可哪怕是这样的防御，在和黑色剑气接触的一瞬间，也开始变得分崩离析。木剑破碎，猛烈的攻击撞击在女人身上，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眨眼间闪过。战斗竟然在短短的0.008秒钟就结束。望着瘫倒在沙地中的剑圣，魔女轻蔑一笑：“就这，你还完全不够格勒，是时候该找正主了。女人，当初你抛弃了我，握住圣剑的那一刻，你就该死。”下一刻，手持的巨斧眼睛开始扭动，似乎是在寻找什么。负心汉，你究竟在什么地方？片刻后，在远处的一个小屋中浮现出了2个人影，正是乐平和伊丽莎白2人。终于找到了，我马上就来。魔女发出了癫狂的笑声，而此时的乐平2人正坐在沙发上吹着空调看着电视。果然还是回家瘫着舒服啊！统治世界这种麻烦事情还是得给乐平。此时的乐平也终于放松了，瘫软的倒在沙发上，说什么他也不想去统治世界了。听到此，女魔王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不悦的表情，一边吃着薯片冷漠地看着乐平，看得乐平一阵胆寒。不过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乐平还是壮着胆子询问起来。刚才那一幕还在乐平脑海中浮现，甚至就连迸溅在剑长老身上的番茄汁都还记忆犹新。就在当时各位全体戒备的时候，幸好有卡牌大叔站了出来，大喊着大家不要激动，好歹是劝住了。在乐平一脸懵逼的情况下，女魔王才缓缓开口，拿起眼镜拿给乐平的皱纹，冷漠地说道：“怪不得你们会被黑暗公会渗透为筛子，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说着就将皱纹扔到了桌上，伴随着女魔王手指滑动，皱纹缓缓展开，下一刻就出现了一个怪物形状的生物，这居然是咒术寄生虫，一种黑暗协会的恶心寄生术。此时小怪物看到周围如此多强大的气息，慌张的到处看着，这时候忽然看到了一个毫无魔法的废物，立刻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就当乐平害怕的后退的时候，女魔王猛然睁大眼睛，该死的，竟然敢伤害我的仆人！小手一捏，怪物就化为了鸡匪。此时众人才发现，原本的眼镜男居然也只是一个咒术分身而已。此时的乐
乐平害怕极了，咬着手指头不停地颤抖起来。要是被这个怪物给咬了，说不定会死吧。脸上挂不住的剑长老开始询问起为何小白公主能够发现，可伊丽莎白压根就没有搭理他，这也让剑长老脸上更加挂不住了。见此一幕，这也让卡牌大叔更加的慌张了。要是剑长老因此惹怒了魔王大人，后果不堪设想啊！好在女魔王根本不想和蝼蚁多说两句，搂着乐平的手就要结束冒险。只因下午茶的时间要到了，在卡牌大叔一脸惊恐的表情下，女魔王直接拉着乐平的手就往家的方向走去。回到家中的乐平还在小声的嘀咕着，让女魔王下次有什么还是提前说一声，不然她的小心脏可受不了。没有理会乐平的小嘀咕，伊丽莎白一边吃着薯片，一边开始起了思考。那个眼镜男能够探测到他人的魔力，估计是用吉姆级的赤魔之瞳为材料制作的，而那个用咒术的家伙所释放的力量，明显和黑暗公会是不一样。很显然，除了黑暗公会，还有其他的势力在蠢蠢欲动。不过，既然艾米莉亚已经解决了黑暗公会了，祸乱的源头不在，还是好好的陪乐平玩会冒险者过家家的游戏。一想到乐平那深不可测的实力，还有平时他摆弄出那种弱鸡的形象，女魔王就觉得深深的无语。这家伙总是喜欢戏弄本王，可本王还不得不忍耐着，真是可恶啊！既然你想来，那我们就得约法三章。第一，你只能用你最不擅长的剑术和魔法去统治世界；第二，除去衣服以外，你不能携带你制作的任何物品；还有就是第三，本王可以陪你出去玩，并且指导你统治世界的技巧，但是不会教导你任何魔法和剑术，你得自己去学习。此时乐平十分无语，果然那女人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呀！就在乐平想要去找卡牌大叔教导他剑术的时候，猛然间圣剑炸开，再次变化为了小男孩，开始给乐平泼冷水。你还是放弃吧，他们压根就不会纯粹的剑术，离开魔法之后那些招式统统不灵，跟他们学难道你只是想强身健体吗？想到此，乐平不由开始疑惑起来，若是说纯粹不用魔力的剑术，穿越前世不就没有魔力吗？那岂不是可以练习它？一言中拔出圣剑就可以击败魔王无敌一般的存在，可眼前由圣剑幻化的小子却吓得哆嗦，只因他进去了乐平的房间，就感觉到了一股莫名威压袭来，就好像有什么神兵利器快要将他砍断一般。望着傻愣愣的乐平，圣剑怎么想都没有想通他家为什么会有如此锐利的杀意，四处打量的一番，才在厨房看到了一把菜刀。只见厨具散发出一股股凛冽的气息，可那不过是普通的厨具，我可是堂堂圣剑魔王的克星啊！菜刀似乎受到了刺激，还没等他反应，圣剑吓得直接跑出了房间。而此时终于找到了普通功法的乐平，高兴拿出剑谱挥着手喊着伊丽莎白指导。可看电视着迷的伊丽莎白根本没有搭理乐平，没办法，乐平只好独自去外面研究。可这一切其实都看在女魔王的眼中。臭小子，你以为剑术这么好练的吗？没有10年8年别想入门，等你怎么都没办法进入状态的时候，本王再大发慈悲的指导你。想着，女魔王的眼中露出满满的笑意。此时的乐平走出房间寻找圣剑，希望他能指导一下，可没想到圣剑再次化为了一柄剑。没办法，乐平只好按照图画练习着。与此同时，在距离乐平小屋300公里外，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着。此时的大地崩裂，在深坑中央，旺财的小弟大蛤蟆仙人正陷入苦战。此时的他已经浑身伤痕，原本最强的舌头也断了一截。究竟是谁能将堂堂3星魔尊打成这样？就当大蛤蟆仙人在血雾中央，一个人影浮现，来人正是歹藏魔女。只见他手持巨斧踏空而行，像是没有玩尽兴一般，用着膝盖猛烈地踢着大蛤蟆。只是一瞬，大蛤蟆就被踢飞数百里之远。此时的他已经再也无力战斗了，瘫软地倒在了地上，嘴里呱呱地叫喊着，似乎是在喊他的老大。歹藏手持巨斧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过来，裹挟着无穷的威压，然后举起斧头就要结束这一场无聊的战斗。意外来了，原本无往不利的巨斧此刻却好似被暂停了一般，怎么都无法劈砍下去。在大蛤蟆的身上有一层结界一般。此时在大蛤蟆头顶上的一个狗窝中，旺财露出了一个脑袋，刚一出现，魔女的脸上就露出了凝重之色。棘手的家伙来了吗？而此时的旺财还在挠着脑袋看着周围，在走出狗窝看到周围的情况之后，就叫小弟大蛤蟆退下来。看着实力不知深浅的狗子挡在眼前，暴怒的魔女还想去找负心汉算账，愤怒的叫他让开。此时的狗子检索了一番，并没有在白名单发现有信息，胆敢打扰主人生活都得死！下一刻，无数密集的导弹自平行被火花水透，随后就是无尽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就在魔女前来报仇寻找负心汉的时候，乐平还在拿着太极剑剑谱在魔法世界练剑。在乐平的练习下，原本被乐平家中普通菜刀吓回原形的圣剑，此时也逐渐恢复变为了人形。此时的圣剑悲愤欲绝，明明是传说中拯救世界的圣剑，如今却连他家的一把菜刀都不如。要不是他耍剑将他重新唤醒，此时的他或许就真的变成了砍菜刀了。这简直是太可怕了！究竟是一个什么鬼地方？吓得圣剑直接开溜就要逃跑，看着乐平目瞪口呆的，这一个个的咋都大惊小怪的呀？远处的草原上，战斗魔女和狗子的战斗还在继续。此时的魔女无语极了，这谁家的狗呀？怎么这么勇？
活了500年了，还不如一条狗。本着打不够就加入的态度，魔女直接打算和狗子合作，一起统治世界。可狗子只给了一个漠然的眼神，眼看连狗都瞧不起自己了，魔女举起巨斧就要再次发动着攻击。下一刻，化繁为简的劈柴砍瞬间发动，裹挟着无穷的魔力就朝着狗子攻击而去。可别看狗子腿短，一蹦还是能一蹦的，直接就躲开了那凌冽的攻击，瞬间就开始分析起了攻击的力量。在狗子的分析下，此时魔女的剑气已经深入了大地，若是不进行阻止的话，就会打破地幔，引发岩浆的喷涌爆发，从而产生地震。为了不打扰到主人和伊丽莎白的生活，万一主人没忍住正在打扑克被吓着了，那么狗子的小弟估计也不能保住了。没有半分的犹豫，狗子身上伸出一个机械臂，猛然一抓就抓到了之前劈砍的剑气。而此时的魔女还丝毫不知狗子想法，只觉机会来了，再次发动着攻击。可这次狗子没有躲避，轻而易举地挡住了凌冽的剑气。下一刻，机械爪上竟然爆发出无穷的吸力，直接将剑气化为能量给吸收掉，竟然还给他补充了一点电量。见此一幕，魔女瞳孔睁大，居然能把我的攻击化为能量吸收，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啊？看着人畜无害的狗子，魔女再也受不了，握住手中的巨斧，将所有的能量全部灌注到斧头当中。这一招本来是我打算留给那个负心汉的，是你逼我的。500年来，我不断的等待着他的到来，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的落空，一次又一次被抛弃的悲伤，化为了无穷的怨念。这一招你挡得住吗？随着魔女那悲愤的叫喊声传来，此时的巨斧吸收着魔女的怨气，眼睛都开始变得血红一片。下一刻，一股超过灭世魔法的气息传来，这是由怨念所幻化的攻击。面对着天地色变的攻击，狗子丝毫不慌。下一刻，从背包中掏出了乐平制作的小镜子，在攻击袭来的一瞬间，直接用着镜子抵挡着，威力无穷的攻击竟然直接就被反弹开来。此时的魔女已然已经呆愣住，脸上的暴虐消失，只有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而被反击而出的攻击划破的天际，直接将宇宙中的一颗行星给毁灭了。魔女抬头看向天空，她十分不解，积累的500年的怨念就这么被轻易的化解了吗？而此时的狗子没有丝毫的犹豫，释放出了狗狗无人机，来到了魔女的身边。暴怒的女人再也受不了眼前的狗子，就在要将其击碎的时候，忽然无人机的周围空间猛然塌缩，好像处于10倍的重力当中。狗子翘着二郎腿，无聊地看着天空中惊恐的女人，面对着仅次于女魔王的存在，还好乐平给他升级了，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松。不过也该结束了。此时无人机猛然爆发出50倍的重力，魔女此刻全身每个细胞都快不堪重负。500年，我500年都过来了，我一定会坚持住的。没有理会女人的碎碎念，狗子直接加到100倍重力，终于斧头破损，气灵魔女直接就被消灭了。狗子甚至伸着懒腰将无人机开始回收了起来，正打算去翻一下主人的垃圾桶，准备给自己升级一下的时候，忽然远处一个手掌探出，猛然间吓得机械狗都炸毛了。走近一看，却发现深坑当中竟然躺着一个满身伤痕的女人，原来她正是女剑圣。此时她胸口佩戴的幸运吊坠轰然破裂，而此时原本孱弱愚笨的勇者终于露出了他的锋芒。就在狗子击败了魔女营救女剑圣的时候，乐平也开始了他的剑术修炼。此时的他无视着女魔王惊讶的目光，开始盘膝修炼着太极剑法。原本女魔王还想等乐平无法修炼，等着他来求他的时候再大发慈悲来指导他2招，可却看到了乐平此时无师自通，已然进入了入定的状态，不能让这小子得意了。叉着腰冷淡的说道，虽然看起来是不错，但是你别忘了，你学习的是剑术，坐在这里冥想是毫无意义的。可忽然一个树枝猛然来到了女人的眼前，此时乐平一脸嚣张的看着女魔王，有没有用不是你说的，在你还在吃薯片的时候，我已经将剑法学得滚瓜烂熟了，有本事来练练呀。女魔王冷笑不已，才学了点剑术就开始和我嘚瑟了，要是学会了还不得将我压在身下，翻身农奴把歌唱了。不等女魔王脑袋里胡乱想了些什么，此时的乐平就已经开始起了展示自己的剑招。可令女魔王没想到的是，居然乐平每出的一招都入了境界，虽有境界，但是招招都平静如水，宛若微风白柳，丝毫都看不到一点的杀伤力。就这样的剑术就算练成了又能怎么样？可忽然间周围猛然狂风四起，女魔王忽然发现此时乐平周围的气息变了，这是境界发生了变化。在乐平练习到了第6招的时候，忽然天空巨变，一道道惊雷随着他的舞动落在了四周。见此一幕，女魔王暗自出手，不能让他再练下去了，必须打压一下，好让他知道家里谁才是老大。此时女魔王运用魔力幻化出一把魔剑，头上浮现出了犄角，开始认真了起来。就让我来好好指导你一下吧。乐平就好像没有感受到周围一般，还是自若无人的练习着剑术，一招青龙出水，就宛若真的有一条巨龙猛然间跃出水面。而此时的女魔王站在不远处对峙着乐平，下一刻女魔王直接就释放出了灭世魔剑术，顿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利爪划破天际，只见一个魔龙从天空出现，裹挟着灭世的威能就要消灭这世间的一切。而也就此时，乐平剑术幻化的青龙也拔地而起，直冲云霄，2条威能巨大的龙即将开始碰撞。可是由女魔王幻化的西方龙在乐平的东方青龙面前竟然烟消云散，天空顿时一片清明，巨龙在空中盘旋。而此时的大地犹如平静的湖面一般，宛若乐平此时的心境。然而女魔王却是平静不了，岂有此理，本王的剑士居然在你面前这么的不堪。不知何时，乐平嘴中开始了说话，道友你心乱了，
静时心不法，动时心不乱，动静处变不惊，方能参悟太极真理。随着乐平手中的树枝的落下，指向湖面中的月亮。下一刻，湖水中的月亮的倒影居然真的被捞起来了一半。第8式水中捞月，只见山河破碎，腾空而起的月亮也越来越大，宛若真正的明月一般。该死的乐平，还说你不会剑，你不扮猪吃虎你会死吗？不过这次你可输定了，在剑这一领域你可是选错了对手。就在女魔王即将发动攻击的时候，忽然他察觉到了不对劲，猛然间乐平腾空而起，而那腾飞的气流就让女魔王的身形不稳。下一刻，女魔王开始急速的下坠起来。当她再次睁开眼睛，却发现乐平的境界又开始发生了变化。此时他已经落在了月球的表面。伴随着乐平招式的变化，乐平的心境和领悟到了道法也发生了变化。下一刻，树枝一挥，一个流星赶月，只见无数的陨石袭击而来。女魔王也面露难色。要知道这里的每一颗陨石所蕴含的能量，都堪比她全力释放的灭世魔法。况且这陨石的数量只怕有上万颗，一股死亡的威胁值逼迫女魔王心中，没有丝毫的犹豫。下一刻，女魔王开启了魔神形态。只见女魔王骤然变身，挥舞着手中的巨剑，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将一个个的陨石给劈砍成了2半。变身为了魔王形态的伊丽莎白，此时的理智也失去了几分。该死的乐平，差点杀了我，你真该死！下一刻，裹挟着无穷愤怒的一剑出现在了乐平的头顶之上，而当他挥舞出来之后，却发现眼前的乐平消失不见，而整个月亮也在他的劈砍下直接断成了2半。释放后的女魔王此时面露难色，该死的，不会真的把他给杀了吧？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他那么强。就在他懊悔之际，天空中猛然出现了乐平巨大虚影，这是什么鬼？这该不会是乐平的灵魂吧？这死鬼死了都这么大的吗？就在女魔王胡思乱想的时候，虚影乐平释放出怀中抱月，直接将裂开的月球合并了起来。